模块加载完毕，请选择是否选择开启人生面板系统。3年了，3年了，你终于舍得来了。你知道我这3年是怎么过的吗？开挂的人生，我来了。资料已送达。姓名叶楚云，天煞孤星，结局是1个月后被劫匪一刀毙命。这家伙怎么了？怎么还流鼻血了？不知道啊。我叫叶楚云，这就是我的开挂人生。3年前，我突然来到这个修仙世界，睁开眼就在被一群小孩欺负。当时我就知道事情不简单。果然，我发现这具身体是妥妥的3无产品。但是，不想放弃这个来之不易的修仙机会，3年来一直勤奋苦练。然而，3年了，我依然是个扫地僧，还是个快要死了的扫地僧。既然还剩1个月的时间，师兄来了，来了吗？那就说明还有回旋的余地。我再努力升到纳灵境，一定还有机会扭转命运。剑子来了！哇，师兄！剑子，这是萧师兄！师兄，萧师兄！萧师兄好帅！我居然也能看到别人的人生面板。萧师兄太帅了！听说这个剑子杀气很重，之前有个弟子不小心弄脏他的衣服，第2天就横死山头了。这不废话，人家18就通用境巅峰了，比咱们淬体境高出3个大境界呢。哼，要不看看萧师兄的吧。萧平天，天选之子，近期转折，在一棵歪脖子树下意外收获一株5品血云古藤，从而顺利打破桎梏，踏入万法境。你才是男主吧？等等，5品血古藤，那可是个稀罕宝贝，药性温和，而且吸收极快，吃了就能立马突破到纳灵境了。既然如此，性命攸关，对不住了，师兄。找到了！只要吃了它，我应该就能摆脱被赶下山后惨死的命运了。好恶心的味道，抓紧吸收才行。爽！一下子突破了3层，直接到了纳灵境，这下就不用担心被赶出流云宗了。你鬼鬼祟祟的干什么？果然来了。师兄，我这，好家伙，没了血云古藤就立马补上一柄寒烟剑，老天爷喂饭喂的也太过分了吧！师兄，我适才侥幸踏入纳灵境，正准备去内务阁参加外门弟子考核。办完事就赶紧滚，要不是答应师傅不再随便杀人，你早就是个死人了。师兄，可是要去云霄阁？与你何干？师兄，南巡风今日雾气湿重，山路泥泞，还请师兄当心。不用你说。谁不知道你萧平天是个死洁癖啊？什么天选之子，气运加身，还不是被我拿捏了？
步一条殊途一随一长荣枯一线一珠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舞，白玉祭奠心目黑月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直落的孤独晚上无章。金堂派青诗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世流离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声场，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水忽冷忽热，太要命了，得赶紧找到寒烟剑，否则我要提前1个月挂掉了。啊，找到了！啊！快给我出来！乾隆大陆法宝分为4大等级：凡器、灵器、宝器、法器。每种等级又分为上中下3个品级。整个流云宗只有1把上品法器，并且只有在灭门大难时，才能由宗主主持法器迎战。流云宗长老们大多也就只有下品法器，而寒炎剑便是一把下品法器。哦，虽说是下品法器，但是法力实在强劲。我能感觉到有一股寒烟循环之气正在我体内流窜。嘿，这简直就是全自动修仙辅助神器，真是个大宝贝呀！踏入了纳灵境，拿到了寒炎剑，这下我应该能改变命运，走上人生巅峰了吧？来吧，让我看看我的面板。近期转折，1个月后遭仇家所杀，死无葬身之地。不是吧？搞半天还是要我死啊！小样啊，还想跑？哦，这声音好像是赵玉虎。虎哥，我帮你摁住他了。哼，这个赵玉虎，仗着他哥哥入了内门，整天为非作歹，估计又是欺负哪个杂役弟子了。还是不要多管闲事，继续好笑平天羊毛，保住自己性命要紧。救命！救命！有没有人救救我？你们不要过来！你叫啊，你就是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来吧，虎哥让你好好舒服一段。一群男人欺负一个弱女子，还是人吗？啊，叶楚云，活腻了，来管你虎爷的事情，是不是几天没揍你，皮肉痒痒了？哎，给我弄死他！大哥，交给我吧，谁不知道这小子是废物一个，我一个屁就能把他崩了。不好意思，我赶时间。哼，你们一起上吧。去死吧！快滚！
别让我再看到你们这群败类！快撤！快撤！你给我等着！走！都怪我这该死的正义感，到手的羊毛不会飞了吧？前日，多谢师兄相救。姑娘不必客气，举手之劳。秦心妍近期转折，3个月后觉醒轮回地脉，地体重塑，气运回归。女帝大佬啊！只可惜他3个月后才能觉醒，我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呢。师兄，你怎么了？没事儿。算了，送佛送到西吧。我看师妹你心神不定，这固元丹你服下，可调息元气。师兄今日出手相助，夕颜已经感激不尽。这固元丹太过重了，师兄一定攒了很久，我不能要。如今我已是纳元境，固元丹对我收效甚微，倒是师妹你，或许可以借此机会一举冲破修为。我不能一直保护你，唯有你自强，我方能安心。夜深了，师妹也早些回去吧，我还有师门任务在身，就先走了。夕颜便不会忘记师兄的恩情。他没追过来吧？没追来了，大哥。叶楚云那个狗东西走了什么狗屎运啊！那把剑绝对不简单。那怎么办呢，虎哥？感觉我们打不过他呀。哼，你们忘了吗？我哥可是元海3重境，别说是剑呀，叶楚云的脑袋我也要拿下。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雾。白衣祭奠心幕，黑羽化作浮屠，江山累卷望，直落的孤独万寿无疆。惊堂拍醒世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长亮。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世流离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城墙。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今天的仇老子一定要报！这云霄阁怎么黑灯瞎火的，一个人都没有啊！好瘆人啊！你在做什么？鬼呀！我只是路过，不要缠着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好像有点软哎，热乎乎。快听话，跪下去！萧师兄啊，这么巧，这内务阁好大呀，走着走着就迷路了，还好遇见师兄你呀。这里是云霄阁，内务阁在那边，快滚出去，别妨碍我修炼。哼，臭洁癖，谢师兄指点。近期转折，前往丽珠洞天，获得修炼传承。原来血缘古藤寒烟剑都只是开胃菜，这才是正餐啊！让我来看看。嘿，
突破纳元境后，我也算是正式成为外门弟子了。嚯！每个外门弟子除了可以拥有单独的洞府，还有一次进入藏书阁寻找机缘秘籍的机会。为了更好的薅羊毛，不对，叫继承先辈的传承，这人傻必须好好珍惜这次进入藏书阁的机会。蹲守一个早晨了，全是平平无奇的倒霉蛋。呸！一个有用的机缘都没出现。算了，还是自己进去找吧。闪开！别挡本大爷的路！哇，又来一头肥羊！藏书阁废堆里，玄阶上品秘籍。嘿嘿嘿，皇天不负有心人，玄阶上品混元剑胎，这可是专门为剑修打造的炼体秘籍呀！煮熟的鸭子掉碗里了。太棒了！才2个时辰的功夫，就突破到了纳元3重。混元剑胎是剑修的炼体秘籍，身体机能越强，修炼的实力越强，又多了个增强实力的手段。结局还是没有变化，只是时间已经在倒计时了。仇家是谁，暂时也不得而知。既然如此，还是把能拿的机缘都拿了再说。嘿嘿，是时候去闯一下离珠洞天啦！天煞孤星的命格，还真不是一般人能顶得住的。哎呀，还好最近的机缘都是在强化身体，不然又得英年早逝了。啊，这是好重的血腥味儿，血腥味儿越来越重了。啊，什么东西软软的？这些都是流云宗弟子的尸体。什么人？啊，我是。你是流云宗外门弟子，可是接了师门任务来的？哦，看来是外室长老带着弟子在做师门任务。回长老的话，弟子不慎摔落悬崖，闻着血腥味儿，特地前来查看。我观你修为，也就是个刚入门的纳元境，摔下悬崖一点事儿没有，你骗鬼呢？师傅，此人一定有鬼。行了，外出五阳山弟子们遇害，还不清楚是否有幸存者。我们现在人手不够，既然来了，就正好搭把手。王双，你们俩去洞窟左侧查看还有没有活着的人。是。师兄，我们走吧。哎呦，师弟，我刚才不小心崴着脚了，要不你先去看看，我随后就到。哎呦，好疼啊！哎呀，师弟慢些去啊，我脚好些了就去找你。傻子。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雾。白衣祭奠心幕，黑羽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赤裸的孤独万寿无疆。金堂派新诗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世流离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城墙。
守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应该是这个方向。王双啊，王双，耍这种小聪明，你的机缘我可就不客气了。结识贵人这么好，好痛啊！可不能白白错过。找到了，还活着，这应该就是贵人了吧？看看什么身份。断衡，命格好运连连，命数命定姻缘，越挫越好勇。命鬼。近期转折，在五阳山神秘山洞内找到一颗神秘元胎。神秘元胎？对不住了，师兄。看来是真的昏死过去了。没想到这一摔，既遇到贵人，又遇到新机缘。啊，找到了！元胎应该就在里面了。哇！这家伙竟然还能引动天地元气！此地不宜久留，元胎和树都先收起来，回头慢慢引。是否将元胎山海异志收入储物空间？还好性命无碍，只是头部撞伤的有点严重，我需立即带他返回宗门治疗。你们俩留下看守矿洞。是。这次你做得很好，拿着信物回宗门领取任务奖励吧。多谢长老。终于完事儿了，接下来就可以去离珠洞天了。今天后山都无人把守，应该都调去看守灵石矿了。这就是传承的试炼吗？这是天不生我，唯有一剑可开山断江，降魔开天。这就是流云宗曾经的顶级剑修吗？无知小儿，若想保命，离去。好强大的力量！要不是复原剑胎，我根本接不住。与我顽抗！我是不可能走的。自从来到这个世界，路过的阿猫阿狗都能随意欺辱我，我每天做梦都希望能反击。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翻盘的机会，我想活下来，我想成为人上人。哎呦，不会是太用力打死了吧？还以为这次有人能够继承我的衣钵。这小子资质还是不错的，确实最后一下用力过猛了，下次要再收一点力道才行啊！好小子，够坚韧！唯有心智坚定者，方可成就无上剑道。老夫去矣！武魂残存100年，终得后继有人呐！好命的小子，大和剑法共12层，用心习得，可保你入万法境无虞。清源剑法乃旷世剑法，或许可达到剑道巅峰，只可惜只有上部前5层。下部最有可能出现的地点是在南方的蛮荒。切记，2本剑法不宜同时练习，如何选择
揭看你的心智。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找到叶楚云了吗？长老，宗门上下都找遍了。是啊，叶楚云都能成床。这几日你去哪儿了？回长老，弟子下山修炼去了，算着日子回来报道。好了，快跟我去见宗主。宗主？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雾。白玉祭奠心木，黑玉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赤裸的孤独万寿无疆。金堂派新诗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忘，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世流离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城墙。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叶师弟，段恒段师兄，叶师弟，终于见面了。当日你救我，一直没有机会向你当面道谢呢。应该的，师兄不必放在心上。你就是叶楚云。好强大的气场！弟子叶楚云，见过宗主。确实不错，在外门弟子中也算是冒尖的了。3日后便是内门大比，叶楚云，可不要让我失望啊！哎，3日后宗门大比，宗主有意在外门弟子中挑些人委以重任，段恒推荐了你。多谢宗主，多谢段恒师兄。行了，段恒、叶楚云先退下吧。是。五阳山弟子是被何人所杀的事情，调查的怎么样了？还并未发现任何踪迹。不过据调查，赤鬼宗最近人员调动很频繁，或许有些关系。继续调查，盯紧赤鬼宗。是。内门大比，我势在必得。如果我成为内门弟子，能接触到的机缘就更多了。在丽珠洞天4天内，我已经把大河剑法炼至3层圆满，清源剑法炼至2层小成，境界也提升至了纳元8重。哎呀，修炼果然还是要靠丹药和环境的加成啊！另外还找到了一本心法万花剑法和一块不知用途的罗盘残品。但光这些怕是不够。不错不错，你是谁？好小子，我没看走眼。哎，不错不错，反应很快。原来是流云宗的前辈。宿主获得紫色命数，多了一个紫色的命数，可惜还是免不了一死吗？所谓的贵人，该不会就是眼前这位吧？不知前辈有何指教？不愧是拿走混元剑胎的小子，是个可造之才，我没有看走眼呐！接着，我看你体内元气淤结，这本剑谱拿回去练练，对你有好处。多谢前辈。不用谢我，我就在内务阁，有时间的话，
便来寻我啊。老头子，我年纪大了，喜欢跟你们这些年轻人聊聊。前辈放心，晚辈若是有时间，会去拜访您的。这小子倒是有点性子，这么多年了，那老家伙留下来的剑法，终于有人继承了。听说这次内门大比的奖励比以往要丰厚，第一名能得到极为罕见的渡厄神丹，还能任选一本秘籍。何止啊！听说有一位一直隐世不出的长老，这次竟然想从胜出的外门弟子中挑一个亲传弟子，真是罕见呐！怪不得这么多人报名，排队排死我了。喂，小子，滚出来，给老子让位！后面排队去。你说什么？活腻了！混蛋！最反装大尾巴狼还插队的人。天哪，这不是今年风头正劲的何首奇吗？发生了什么？我都没看清。何首奇被一招秒了，他不是外门新秀吗？也太快了吧！本来排队就很烦，还遇到这种傻叉。这小子力量不错。叶倩，你怎么看这小子？何首奇太蠢，被他钻了空子。若是我，2招之内他必败。肃静，肃静！比武开始。本次内门大比分为4轮，第1轮百人混战。给我下去吧你！第1轮比赛结束，晋级者叶倩、徐若清、叶楚云。第1轮筛选掉了部分实力偏弱的弟子。最近实力迅速提升，终于能感受到一丝丝穿越来的体验感了。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舞。白衣祭奠心目，黑羽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赤裸的孤独晚上无章。金堂派新诗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往，当初誓言铿锵。遗憾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世流离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城墙。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第2轮抽签1对1，胜者决出12强，败者直接淘汰。小子，准备好被淘汰吧。KO。第3轮也是外门弟子间对战的最后1轮，最终决出前6强。没想到这么快就到第3轮了。白竹青，他怎么来了？都第8次了。这家伙真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呐！8次都没进内门，什么情况？看看他的面板。霉运之神转世，任何人靠近过长的时间，都会带来不幸。这也太惨了！啊！是个跟我一样惨的老倒霉蛋！白师兄，承让。叶师弟，我要开始了。这家伙虽然倒霉，但是修为境界却不差，不能掉以轻心。云雾，孤注一掷，压到，连续重击！我靠，这个叶楚云是真的猛啊，一拳一个。
这家伙才是外门的黑马呀！叶师弟，刚才只是开胃菜，现在才是真正的。叶楚云胜。今年的内门大比可比早年有趣，真是才俊辈出啊！你看这个丫头怎么样？她可是今年最有可能拔得内门头筹的选手。心高气傲，可惜实力配不上野心。那您看她呢？太过正派，修仙意图不可太刚正不阿。这两个已经是资历相当不错的了，你要是都不满意，红袖长老，恐怕这里没有能让你满意的人了。未必，我看那小子就不错。喂，你就是叶楚云吧？你能走到现在运气不错，但是遇到我，说明你运气用完了。叶倩可是外门最强，已经远海4重境了，黑马这次输定了。听到了吧？我劝你早点认输，省得丢人，明白吗？运气，我从来没有过那种东西。哼，不识好歹，越女剑法，去！七玄剑法，格挡！什么？体内的元力怎么突然波动无法控制？是因为刚刚使出的七玄剑法。哼，以为碰巧挡下一剑就能赢我？我倒要看看你还有多少好运！七玄剑法，攻！这小子疯了吧？竟然想跟叶倩对剑！叶倩手上这一把可是中品灵气，区区木剑怎么可能赢？这家伙怎么会有如此深不见底的元力？怎么回事？是叶楚云的剑！哼，以你这水平，挺进外门前12已经算你走运。想进内门，你就别异想天开了。果然啊，叶楚云还是棋差一招啊。叶倩毕竟外门最强，打成这样已经不错了。是啊，是啊。这下你还觉得叶倩不行吗？顾贤德，你什么时候也老眼昏花了？方才这小子使的是山下武者皆会的七玄剑法，虽有改动，但骗不过我。而他的武器更是一把随意打磨的木剑，在这种情况下，叶倩都没能重伤他。这小子在隐藏实力，方才怕是7成力都没敢使出来。他居然没事，不愧是黑马呀，可太厉害了。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雾。白衣祭奠心无，黑羽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赤裸的孤独晚上无疆。惊涛拍醒世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石榴里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城墙。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
你高兴的，是不是有点太早了？居然完全没有伤口！啊，都怪那个怪老头，在我跟叶倩对剑那一刻，突然传音过来。小子，短短3天，七玄剑法就使这样，不错呀！以后若想跟着我练剑，需做到2点：进入内门，且博得内门头筹；另外，不能拜任何流云宗长老为师。啊！切，自恋的老头，我可没说想跟着他练剑。不过我现在身怀剑无名的传承，若是拜流云宗的长老为师，铁定会暴露。既然邓彭祖是我紫色命数的贵人，我便赌他一手。抱歉啊，本来想拿个第6名，低调进入内门的。这次怕是不能让你赢了。就凭你剑都没有了，拿什么和我斗？叶倩，你纵然有天资，但与你的家世脱不了干系。实话说，以你的家族背景，但凡有点天赋，一头老母猪也能上天。你找这，他哪儿冒出来的？怎么会？他气势怎么跟之前判若两人？叶倩，你太弱了！这是一剑秒了吗？这还是人干的事吗？这刚入外门几天呀，进步也太恐怖了吧！1号场，叶楚云胜出，抽签交换战场，进行第2轮战力排序。裁判，这一场我认输。你好歹上擂台之后，大家都说我是个夯货，其实我机智的一匹，叶倩都打不过，我肯定也打不过。反正都进前6了，名次对我没差别。叶师弟，加油哦！不要这样啊！第3轮结束，大比最后1轮与内门弟子对战，采用替换制度，一旦内门弟子失败，即刻逐出内门，胜者将成功进入内门。内门弟子入场。师弟师妹们，大家好啊！我是你们的龙哥，龙哥最棒！哥，快跑！你不是叶楚云的对手。什么？让我虐虐他？虎弟放心，哥哥会替你报仇的。完犊子喽！接下来，由内门弟子选择想要对战的选手。我先来，我选择和他交手。这可是我特地跟长老求来的名额。哼，今天我就来挫挫你小子的锐气，替我弟弟报仇。这货才应该叫赵玉虎啊，真的虎呀！哥，我对不起你。没什么悬念了，龙哥可是高出叶楚云一个大境界呢。快点呀，什么时候开始啊？小子，现在乖乖跪下认错，然后再留下你那把剑。兴许我还能让你输得不那么难看。哎呦，我好怕哦！哼，敬酒不吃吃罚酒，今天非得打得你满地找牙。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雾。白衣祭奠心幕，黑羽化作浮屠，江山累卷望，赤裸的孤独万上无疆。惊堂拍心世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石榴里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
争强，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小子，再不出剑可就来不及了。对付你不用剑，乌云拳。这怎么可能？这替身靠！全完了！这叶楚云怎么这么猛啊？要掉下去了！是叶楚云。他人还怪好嘞！叶楚云，可以了吧？人都给你打晕了，这很难不是在公报私仇啊！哎，可是他还没说认输啊！赵师兄，你不行啊，还打吗？我认输。好贱呀！本次内门大比结束。进入内门的弟子共有4位。本次内门大比除了丰厚的奖品之外，还有一项特别的奖励。哎，这就是那位隐士长老吗？太年轻了吧！听说是从青霞峰下来的。这位是青霞峰的红袖长老，今天来是为了在你们中挑选一位做他的亲传弟子。哇！叶楚云。你可愿意拜我为师？我虽不敢称自己剑法无双，但万法境已经鲜有敌手。拜在我门下，你不吃亏，而且青霞峰女弟子众多，到时候也好为你收一门亲事。那个传说只收女弟子的青霞峰，居然破例收男弟子了！哇，叶楚云这是飞来桃花运啊！拜入青霞峰，叶楚云之后就平步青云了呀！哼，红袖长老，我很抱歉，我只想做内门弟子，不想做亲传弟子。什么？他居然拒绝了？你说什么？不识好歹！红袖长老可是多年没动过收徒的念头了，看上你是你的机缘。宗主，弟子确实没有做亲传弟子的心思。也罢，难得还有人不愿意做我的弟子，倒是有趣。哼。既然他不想，那就好好让他做他的内门弟子。谁让我先答应了那个臭老头啊！唉，拒绝红袖，除了答应老头不拜任何人为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系统显示，红袖长老他大限将至。长老，你可要对我负责呀！你博得内门头筹，宗门不是给了你渡厄神丹吗？还让你到这儿来任选一本秘籍，你哭什么？啊？还不是因为长老你，我才得罪了红袖长老。那可是青霞峰啊，整个流云宗，哪个男弟子不想住在那里？好了，别哭了，我保证1个月内助你踏入远海境。啊，此话当真？嘿，自然是真的。我既让你拒绝了红袖，便是有了教授你的心思。走吧，先去3楼挑选一本秘籍，至于选到什么，就看你的机缘了。3楼，那里可是亲传弟子才能检阅的秘籍，这回赚到了。我真是服了，一本秘籍有这么难选吗？半个时辰了还没选好。哎呀，拳法掌法我都没兴趣，这些身法倒是合适。哎呀，但是种类太多，难以抉择呀。
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现一株风细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舞，白玉祭奠心木黑玉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直落的孤独万上无疆。惊堂拍醒世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忘，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世流离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城墙。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不错啊，没有继续贪图剑法，还是虚心弥补不足，是可造之材。来吧，我给你选，此乃冲虚鬼法，举步生风，幻影移形，是地阶上品身法，寻常人很难驾驭，也很难完全掌握。啊，放心吧，长老，我慢慢学就是了。对了，长老，你跟红袖长老很熟吗？算是熟悉吧，很多年前的事儿了。你小子又打什么坏主意了？这不是把红袖长老得罪了吗？想弥补一下，不知道邓长老有什么好法子？他确实一直有个心结，这个女人虽然看着冷酷，但对徒弟都很好的，倾囊相授。只可惜，他的几个徒弟运势都很好，时常碰到大小机缘。但你要知道，凡事讲究因果，得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终会被反噬。都死了呀！怪不得红袖长老对徒弟的事情这么敏感，这么多年也很少收徒。不过以他的命格，一般人确实顶不住啊。你别一口一个红袖，若被他听到，那一掌拍死你。他虽然叫红袖，但目前是宗门辈分高的人，内门长老皆把他称为流云老祖。什么？他就是流云老祖？我记得秦希言不久之后会拜在流云老祖门下，若是我能提早让他们见面，那可是给了流云老祖一个大礼物啊！他应该不会再找我麻烦了。秦希言，我身体不大舒服，明天你替我当值吧。啊，真师姐，我已经帮你当值好几次了，若是被长老发现，定是要被罚的。长老们这些日子都忙着处理内门大比的事务，哪有空管我们？是啊，我还去看了内门大比，你们都不知道，实在是太精彩了。有个叫叶楚云的师兄，不仅拿了内门大比第1，还把想收他为徒的青霞峰长老给拒绝了，连亲传弟子都不放在心上，简直不要太帅呀！肯定是因为红袖长老给的不够多。想当初宗主花了多少心血才收了萧平天？不愧是叶楚云师兄，好厉害！秦希言，叶师兄的名讳也是你能叫的？你不会还想攀附叶师兄吧？那可是未来比肩剑子萧平天的存在，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叶楚云师兄才没有你们想的那么肤浅，他不做亲传弟子，一定有他的道理。
你认识叶师兄吗？怎么说的好像很了解他一样？哼，我有个远方表哥，当时跟叶师兄一起从五阳山回来的，我知道的事情比你多得多。我劝你认清自己的定位，你就是一辈子当杂役的命，别痴心妄想了。啊，你……请问秦希言是住在这里吗？这声音是叶楚云师兄。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雾。白衣祭奠心目，黑羽化作浮屠，江山累卷望，赤裸的孤独万上无疆。惊堂拍醒世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世流离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城墙。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师兄，你是来找我的吗？啊，你谁啊？不好意思啊，我来找秦希言的，有点事找他帮忙，人先带走了。叶师兄，秦师妹今日还要当值，不知你要带她去哪儿？我带她去哪儿，还要向你交代。师兄，师兄，你先放开我。秦师妹，不好意思啊，我……没事没事，还要谢谢师兄刚刚出面解围，不知道师兄找我什么事？果然，那天之后他连破4境，连圣体也觉醒了。秦师妹，你也知道我拒绝洪秀长老的事，我现在得罪了他。要是找不到一个人代替我做他的弟子，我的麻烦可就大了。我不行的吧？你全当帮师兄一个忙，若不成，也代表我努力过了。流云宗我也不认识别的女弟子，更没人愿意跟我这么胡闹了。如果我不答应，师兄肯定找不到人了。到时候真要被洪秀长老迁怒，他一辈子就完了。好，我随师兄前去。一会儿碰到洪秀长老，记得把这块玉珏拿出来。洪秀长老丢了许久，一直在寻找。师兄是从哪里得到这块玉珏的？我捡的，其实是从白竹青这个老倒霉蛋那儿赢来的。内门弟子叶楚云求见洪秀长老。洪秀长老，我给你送来一份大机缘，你快出来看看，保准喜欢。师兄，无礼小儿，大言不惭！谁允许你在青霞峰前大吼大叫？看这个气势，应该就是青霞峰上的上官婉长老了。上官长老，弟子并无冒犯青霞峰之意，之前让洪秀长老不高兴了，这才想要弥补一下。弥补？你带了个淬体的女弟子来，是觉得我们青霞峰很缺杂役吗？受死吧！这婆子来真的呀！果然上了年纪没道理的女人，好狠！
长老且慢。啊，段衡师兄。段衡，你要干什么？弟子见过上官长老。叶师弟之前虽然冒犯了红袖长老，但他此番诚心道歉，不如上官长老给个机会，让他。你算什么东西？也不教我做事！婉儿住手！师尊，叶楚云，本座倒要看看，你带来的究竟是何人？若是无能之人，本座保你神魂俱灭。哼哼，就是他，整个流云宗，没有比他更适合做您弟子的人了。啊，那个师兄，万一……别怕，我相信你。把玉珏拿出来。红袖长老，这是弟子之前在青霞峰捡到的东西，此番想着物归原主。随意拉一个外门杂役就想做老祖的关门弟子，小心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原来如此。婉儿，你们都先退下，我有话要跟秦妍希、叶楚云讲。是。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舞。白衣祭奠心幕，黑羽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赤裸的孤独万寿无疆。惊堂拍醒世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世流离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城墙。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老祖，我看这女弟子平平无奇，根本没有资格成为老祖您的关门弟子。竟是叶楚云满口胡言，您可不要被这小子欺骗了呀！婉儿，你还是太浮躁了，退下吧。我自有分寸，虽只是初醒，但已初见峥嵘，假以时日，必将名震整个修行界。他可不是普通的杂役，而是大名鼎鼎的上古神皇血脉的传承者。啊，我吗？我真的是上古神皇血脉的传承者吗？你这小子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说吧，什么事有求于我？不愧是红袖长老，什么都瞒不过您。我想请您在将来弟子遇难时能保我一命。你小子这是有多怕死呀？就连婉儿都没能看出的血脉传承，叶楚云竟能看出来，这小子真是有趣呀！小子，我答应你便是，这片金叶子有起死回生之效，你拿去吧。另外，我会对外宣布，你二人已拜入我青霞峰门下。隔一段时日，你来我青霞峰走一遭就行。此外，我不多管你的事。多谢红袖长老，红袖长老人美心善，长命千岁。哎，叶师弟，段师兄，刚才多亏有你，不然上官长老那一招，我怕是顶不住啊。碍事，我也是刚巧路过。我看过你和叶倩的那门比试，和我初次见你之时的修为相比，真是进步神速啊！哎，叶师弟，你刚来内门不久，不如你来跟我修炼，我能帮你快速熟练那门功法。来吧。好啊，那以后就有劳师兄。热情的让人不忍拒绝啊。段师兄今天怎么还不来？他一向很准时啊。
难道有什么事耽搁了？唉，虽然最近跟着邓彭祖还有段衡在修炼，但修为一直卡在纳元9重，无法提升。邓彭祖说想要突破，需要一场实战，可我哪有机会实战啊？五阳山矿洞被袭击了，听说不少弟子已经丧命，8大长老已经去五阳山坐镇了。前山回来了一些受伤的弟子，长老召集我们去支援，快走吧！五阳山矿洞被袭击了。段师兄今天一天没来，该不会也去了五阳山吧？段师兄不会出事了吧？叶师弟，我来了。段师兄，你受伤了，严不严重？嗨，一些皮肉伤，并无大碍，已经在山门简单包扎过了。我想着你可能还在这等我，就过来了。喏，知晓你这几日正在破境，这是我从五阳山拿回来的元阳玉，有滋养灵气的功效，很适合你。破元海境不容易，万不可马虎，收下吧。师兄，你对我太好了，我太感动了。哦，师弟切记，元阳玉的事情可不能让外人知道，否则长老肯定要找我麻烦了。师兄你放心，我一定会保密的。有人，师兄，你身上还有伤，先回去休息吧，我去看看。追了一晚上还是跟丢了，昨晚到底是什么人？是在监视我？追了你一晚上，终于让我抓到你了！叶楚云，你想偷袭我？好家伙，这又开始叠 buff 了！下山做任务，在未央山都能得到一本神秘古谱。啊，原来是萧师兄啊！误会误会。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雾。白衣祭奠心幕，黑羽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赤裸的孤独万上无疆。惊堂拍心世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石榴里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城墙。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这小子几日不见，竟然从纳元1重突破到了9重，误会，这里是云霄阁的后山，不可擅闯，还不快滚！是叶楚云来了。弟子叶楚云拜见宗主。你最终还是拜入青霞峰门下了。是，今日便是师傅让我来的。他老人家说，我现在想突破境界不容易，最好的法子是下山历练，跟人实打实的交手一次。既然这样，平田，陈家堡的任务，你带着叶楚云一起去吧，让他下山历练历练。师尊，陈家任务弟子一个人就够了，不需要与人同行。宗主，我还是不麻烦萧师兄了。萧师兄实力高强，我只是个微末的小透明，万一拖了师兄后腿，可就不好了。你实力微末，整个流云宗怕是找不到第二个像你这样进京神速的了。放心，跟着平田去吧，多跟他学习学习，对你也有好处。就这么定了，我先走了。弟子谨遵教诲。
一定跟着萧师兄好好学习。萧师兄，既然宗主都这么说了，那我们走吧。陈家堡得流云宗百年庇护之大成，世世代代繁荣太平。陈家堡每隔10年都会举行一次祭祖大典庆祝，流云宗则历年都会派人保护。师兄，这个地方好热闹呀，是在开庙会吗？师兄，咱们要先逛逛吗？哎，师兄，你说这次任务到底是什么呀？会不会有危险呀？师兄，真是聒噪！给我闭嘴！这次任务是确保陈家祭祖大典顺利进行，其他的再多问一句，我就揪了你的舌头。师兄，我不会了。哎呦，这不是流云宗的萧师兄吗？您怎么还亲自来了？流云宗最近发生了不少事，这边只能交给我。原来是这样，那就要劳烦萧师兄了。那萧师兄，请问这位小兄弟是？非要跟下山的杂鱼而已，不用管他。我和陈家主有要事相商，你就别跟来了，自个儿找个地方待着去吧。是，师兄。切，拽什么？早晚给你羊毛薅秃！今天的我你爱搭不理，明天的我你高攀不起。啊，陈管家，小子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有劳你带我四处逛逛了。近来家中事务繁忙，上上下下一堆事儿等着我处理。至于你这个闲散人员嘛，恐怕我无暇关照，你自便吧。一个杂鱼而已，不管他了，我们走。看来是个欺软怕硬的家伙。看出萧平天对我厌恶，想给我来个下马威，来讨好萧平天。啊，算了算了，那不劳烦陈管家，我自己去逛逛。哼，外面那么热闹，我自己逛还乐得自在呢。看我的！哎，谁丢的石头，居然敢偷袭我？看我不好好教训教训你！哎呀，我的鞋面怎么弄脏了呀？哎呦喂，谁呀？哎，管家，谁家熊孩子还搞这种恶作剧？真幼稚，居然打到了陈管家。哎，管家，哪个不长眼的，居然敢暗害我？别让我宰着！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舞。白衣祭奠心目，黑羽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赤裸的孤独万寿无疆。金堂派新诗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世流离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声场。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哼，一定是这小子在报复我！一个不知名号的毛头小子，也敢在我这儿撒野！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来人，给我围住他！臭小子，站住！陈管家这是何意？我可是你们陈家的客人，流云宗的弟子。臭小子，少在这装蒜！不过是个没名号的杂鱼随从，居然敢用石头砸我！今天我就替流云宗教教你规矩！都给我上！是。哼，区一个流云宗的杂鱼，也敢骑我头上，看我不打得你满地找牙！
哎呦，别打了，我知道错了。小人有眼不识泰山，饶命啊！这可是你们先动的手，现在知道求饶了？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人，这就是你们陈家的做事风格，我算是见识到了。臭小子，你快放开陈叔！这可是我们陈家的地盘，再不放开，我就叫我爹杀了你！少威胁我，我不吃这套。没猜错的话，刚才那个石头就是你扔的吧？就是我怎么了？在陈家，本小姐想丢谁就丢谁，还没人敢跟本小姐叫嚣。我劝你赶紧放开陈叔，否则本小姐就对你不客气了。泼辣！不过就这点实力，还要对我不客气？你是在开玩笑吗？你居然敢！该死，要撞上了，要去他怀里了！不要，我还是个……哎，我闪！混蛋！哎呦，刚认识就投怀送抱不好吧？陈小姐还是应该矜持一点。不吃！你这个坏人，敢这么欺负我，我不会放过你的！我要让我爹杀了你！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怎么闹成这样？成何体统？爹，你要为女儿做主啊！他欺负我！啊，叶师弟好啊！哎，段师兄也来了，嘿嘿，真是太好了！原来如此，我算是听明白了，就是因为你，我平时太惯着你了，这么大个人还整天瞎胡闹。爹，是他打人，都怪他，他还羞辱女儿。别说了，住口！那还不是你先挑起的事端？唉，惭愧啊，教女无方啊，让大家见笑了。你们几个混账东西！叶师弟乃青霞峰长老的亲传弟子，也是你们几个奴才敢随意招惹的。来人呐，把这几个奴才拉出去杖杀了！叶师兄饶命，家主饶命！都是小人有眼无珠，得罪了叶师兄，小人再也不敢了，求您饶小人一命吧！哎呀，陈家主，小以惩戒就好了。我该打的已经打过了，要是再有不服的，也可以再来试试我的拳头。哎呀，闹出人命就不好了，今天就放你们一马吧。都是老夫照顾不周，叶师弟还请多见谅。我愿付300克灵石补偿叶师弟，望师弟切莫推辞。陈家主客气了，300个，出手也太阔气了吧！这回发了。叶师弟大人大量，无意追责你们。既然如此，你们几个全都滚去柴房思过，送小姐回房，罚她5日不得出门。你给我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舞。白衣祭奠心幕，黑羽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赤裸的孤独万上无疆。惊堂拍心世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长亮。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世流离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城墙。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
事不好了！什么事？慌慌张张！未央山上的暗哨守卫，禀报说山上来了一群鬼鬼祟祟之人，恐或影响祭祖大典，是否要派人前去探看？什么？竟有此事？还要劳烦萧师兄和叶师弟前去探看了。羊毛长出来了。萧师兄，这山上有点太黑了吧？伸手不见五指的。害怕就赶紧滚回去，别妨碍我办事。哎呀，四周连个鸟叫虫鸣都没有，着实有点诡异啊。情报上说的那群鬼鬼祟祟的人到底在哪儿啊？怕不是搞错了吧？啊，有情况！小贼哪里逃？速度好快，借助冲虚鬼法才能勉强跟上。啊，此人不像是不小心泄露行踪，更像是刻意引诱。师兄，这人好像有意引我们去什么地方，怕不是个陷阱，我们要小心点。我倒要看看他们能玩出什么花样。去！说，你到底是什么人？否则死！你可杀不了我！嘿嘿嘿嘿，没想到你这么容易就中计了，这可是我们专门为你准备的杀招。萧平天，你准备受死吧！就凭你们也想杀我？去死吧！撤！想利用幻术逃跑，雕虫小技。萧师兄，突然提速，怎么也不交代一声？我差点没跟上。我这里不需要你，你速回陈家堡，让段衡提防赤鬼宗来袭。想跑，逆风斩！他对着空气干嘛呢？站住！啊，师兄你去哪儿啊？这哪有敌人啊？这人疯了吧？哼，没想到还留了个纳元镜的小跟班。萧平天已经自顾不暇了，他已经中了我们设下的困仙阵法，恐怕他要跟他的假想敌战到不死不休了。哼，赤鬼宗的，那你们可要失望了。我师兄可厉害了，你们恐怕杀不了他。你身上的古谱，最终也会被他拿走。你说什么？好古怪，这小子怎么知道我身上带着古谱？他只是一个纳元镜的小跟班啊！哼，蠢货，我诈你的，原来他真的在你身上。不过现在他是我的了，冲虚鬼法，好快，根本躲不开！啊，好痛！啊，我的胳膊！爷爷，饶我一命！我把姑父给你，你放过我吧！该死，怎么这个纳元镜的战力比我这个元海镜的还强？可恶啊，碰上硬茬了。让我放过你也可以，不过你得先把解阵的方法告诉我，否则……我真不知道，爷爷，我只是负责把萧平天引入困仙阵，并守在这里，等拖完陈家堡的其他人再回来，再处置萧平天。我只是一个小喽啰，解除阵法我真的不会。抱歉，既然你不会解除阵法，那我就没办法饶你的命了。第一次杀人还有点难以接受，可是如果不杀他，等他回去报信会有更大的麻烦。人都已经死了，不想那么多了。拿了古谱再说。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舞。白衣祭奠心无，黑羽化作浮屠，江山累卷瓦。赤裸的孤独万寿无疆，惊堂拍醒世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君
绝望，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世流离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城墙。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啊，这古谱上面竟然有封印，以我现在的修为，竟然无法打开。算了，先收起来吧。萧师兄被困，不知道何时出来。肥阳师兄的面板未显异样，应该不会有问题。还是赶紧回陈家堡看看了。注意警戒，这次行动十分重要，非我赤鬼宗的人全都杀了。是。没想到赤鬼宗已经攻占了陈家堡外围，段师兄还在里面，不知道情况如何。强闯肯定不行，得想办法混进去。哟，两位兄弟辛苦了！萧平天那里出了点意外，我得进去汇报。站住！你谁呀？怎么从未见过？把你的货玉拿出来看看。货玉啊！稍等哈，我找找。货玉是个啥？你该不会是没有吧？完犊子，还真没有。看来只能硬闯了。快看天上，来了好多人呢！好像是流云宗的人来救援了。有允许！众弟子听令，陈家堡有难，宗门派我们前来救援。我等合力将防护罩打破。趁着场面混乱，赶紧溜进去。不过来的怎么都是些亲传弟子和内门弟子？飞扬师兄被针对，陈家堡此刻遇险，宗门也没派遣长老来解难。赤鬼宗这是对陈家堡势在必得呀！就我一个人，势单力薄，现在也很难做到里应外合。希望段衡师兄没事，得尽快找到他，一起想个对策。你们这群混蛋！流云宗的人是不会放过你们的！废话真多，去死吧！陈家堡这些修士还真是顽抗，宁愿死也不愿投降。不过现在只要突破城主府这最后一道防线，东西就到手了。对了，五阳山那边找得怎么样？在流云宗长老们死守五阳山之前，我多次前进去查找都没有找到，估计和我猜测的差不多。啊！赤鬼宗这两人说话神神秘秘的，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无论如何，必须拿到那两样东西，知道了吗？是。还有，趁流云宗那些老家伙没到之前，你尽早离去，别被人发现暴露了身份。是。是谁在那里？糟了，被发现了，跑不掉了，这下完蛋了。喂，你在这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外围流云宗的人正在破阵，我往前线去禀报。原来遮住脸就看不见面板了呀！不知道这人啥实力，我能不能从他手中逃脱？知道了，这是家主府内的地图，让他们按照标记的地方行动，动作快点。是。太好了，居然没有被他发现。地图上的攻击点很分散，东一块西一块的，与其说是在攻陷，倒更像是在找东西。还愣着？赶紧去啊！是，我这就去。歪门邪道，今日我等誓死守护城主府，定不会让你们闯入。是吗？就凭你们几个蝼蚁也能拦住我？不自量力，去死吧！你怎么回事？居然看自己人！你是不是疯了？看清楚了，谁跟你们是自己人？一步一条
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舞。白玉祭奠心目，黑玉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赤裸的孤独晚上无疆。惊堂拍心世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忘，当初誓言铿锵。遗憾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世流离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声场。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叶楚云，怎么是你啊？是流云宗的人，我们有救了。可好像只是个纳元境，还没我们小伟高，怕不是来送死的？哼，纳元境怎么了？这么看不起纳元境，现在就让你们看看纳元境的厉害。冲去鬼法！啊，叶楚云这么厉害的吗？以前真是小瞧他了。啊，这怎么可能啊！一招就打败了赤鬼宗这么多人。他只是个纳元境啊，怎么会这么强？两位还有什么要点评的吗？没有。叶楚云，没想到你还挺强的，看在你救了我们的份上，之前的事我向你道歉。现在情况紧急，过去的事就算了，你也别放在心上了。对了，你可知道段师兄现在人在何处，是否安全？赤鬼宗刚攻进来时，段师兄带着人出去迎敌，后来就失踪了。真的很抱歉，我现在也不知道他是否安全。段师兄失踪了，赤鬼宗人这么多，段师兄不会出事了吧？我得赶紧找到他。陈家主，我们只是受邀来参加祭祖大典，现在人员已经损失惨重了呀。是啊是啊，难道还有我们这些老家伙去拼命吗？我们都一把老骨头了。哎，这赤鬼宗到底什么目的？要钱还是要命啊？对啊，到底是为什么呀？诸位莫慌，我陈家上下一定全力抵挡赤鬼宗。这些老家伙，平时拿尽陈家好处，这么关键的时候，一个个居然想临阵脱逃，真是太可恶了，气死我了！哼，我有办法，看我的。陈家主，我或许能解燃眉之急。这里的赤鬼宗清理的差不多了，其他地方的赤鬼宗也都已经被我吸引到这里了。萧师兄被针对，宗门内又被牵制，赤鬼宗恐怕筹谋已久了。这是我得到的赤鬼宗行动图，他们应该是盯上了陈家的要紧之物，只是不知道具体在何处。这什么这呀？陈家主，赶紧把他们所要之物拿出来给他们，这样我们也能活下来呀。是呀是呀，钱财都是身外之物，活命要紧啊！快拿出来吧。叶师弟，你刚才说能解燃眉之急，可是想到什么法子了？宗主有令，第一个冲进宗祠者将赏赐破镜丹1枚，冲啊！冲啊！不！赤鬼宗内外兽骨皆有消耗，目的必是迅速找到宝物撤离。月轮斩！只要撑到流云宗长老突破外围的阵法，就能度过此劫。自量力！这些人实力虽弱，但像蝗虫一样太多了，根本杀不完。不过经过实战后，身体确有要突破的迹象。这个小子有点意思，这宗祠我们来搜过的，都没发现什么。
莫不是藏有什么暗门通道？这群人在这里舍死防守，不会有错，东西肯定在里面。况且流云宗的长老已经摆脱了我们在五阳山的牵制，不到1个时辰就能赶过来。我们得加快了，别耽误了任务。动手吧，小子，来会会你！啊，好快，来了个厉害的家伙！区区纳元境小毛头，让你嘚瑟了这么久，不会真以为自己实力有多强吧？只是我没出手罢了。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雾。白衣祭奠心幕，黑羽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赤裸的孤独万寿无疆。惊堂拍醒世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石榴里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城墙。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听了我这么久，终于肯下来了。这是我这招练成，你是第一个见过他的人，就用你来试试这招吧。什么情况？这小子的气势怎么突然增强了？大河剑法！我还以为有多强，你这剑法伤害虽高，可惜速度太慢，注定不是我的对手。小子，你这招漏洞太大了，去死吧！武传！和我预想的一样，上当了。清源剑法！什么？这小子还藏了一招？这小子根本没想用大河剑法，而是为了骗我近身，真是太狡诈了！给我去！糟了，这一招躲不开了，这是逃不掉的，去死吧！赢了！我们赢了，真是太好了！别高兴太早，他还没死呢。啊！受了这么强的一击，居然没死，真是太可怕了！确实小看这小子了。王社，你还在等什么？赶紧动手啊！太磨叽了，下次再这样，我就杀了你！好快！女婿鬼法才勉强躲开，刚刚使用清源剑法，对身体消耗太大，已经支撑不住了。不能纠缠下去了，我得赶紧离开这儿。还想跑？追上来了！我还有红袖给的保命品牌，难道真要用在这里吗？叶楚云，这边。陈小姐，受死吧！糟了，危险！快闪开！叶楚云！啊，这是啊，这是什么？叶楚云，这里是陈家祖宅结界，是陈家老祖留下的，尚能支撑一会儿。只是家里的叔叔伯伯们跑的跑，死的死。别担心，你父亲现在何处？叶师弟，你终于回来了。小柔，你去外面看着，别让人靠近这里。我有话和你叶师兄说。是。陈家主，有何事就请直说吧。叶师弟，求你救救小女吧！陈家主不可，你快起来吧！这是做什么？有话好好说。叶师弟，你也看到了，陈家已经无力回天了。陈家主，流云宗的长老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现在放弃为时过早啊！这祖宅屏障是我陈家最后的防御，也最多维持不过1刻了。怕是流云宗长老没赶来就被攻破了。陈某只想在临死前求你一件事，护佑小柔进入青霞峰。陈家主，恐怕要让你失望了。以我目前的状态，自身难保，恐怕很难带陈小姐离开。此物名为玉螭梨，乃陈家祖上流传下来。陈家因其壮大，最终怕是也要因其消亡。叶师弟心性纯良，此物托付给你，我很放心。随后我会用秘法将叶师弟和小柔送出陈家堡，请叶师弟切莫推辞。这就是赤鬼宗一直在寻找的东西，那我就收下了。陈家主放心，有我叶楚云一日，就绝不让陈小姐受半点委屈。爹，他们也闯进来的。若不是我爹将你们带进来庇佑，你们早就死了。都死到临头了，还管得了那些？陈家主，赤鬼宗要的东西，你该交出去了吧？难不成真想让大家给你们陈家陪葬吗？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舞。白衣祭奠心目，黑羽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赤裸的孤独晚上无章。惊堂拍心世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往，当初誓言铿锵。遗憾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世流离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声场。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诸位，请容我准备片刻。叶师弟，麻烦你带小女先去内间等候。好。叶楚云，他们人多势众，我好担心父亲啊！这些人贪生怕死，为了活命，他们不会逼我父亲交出东西吧？我来看看里面的情况。这些人应该会这么做，不过陈家主肯定不会交出的。诸位很怕赤鬼宗吗？陈家主的面板显示会被段衡折磨致死，段师兄折磨陈家主，怎么回事啊？赤鬼宗要来就来吧！陈南风，你疯了吗？啊！你要干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情况？防护罩怎么突然从内部破开了？之前还在负隅顽抗，这又是在耍什么手段？不管他们在耍什么手段，既然屏障已裂，我们赶紧进去看看，任务要紧。爹，你要做什么？快放我们下去！啊，我们怎么突然飘起来了？陈家主这是开启了家族密阵吗？里面发生了什么？父亲不会出事了吧？给我把阵法停下！阵法一旦启动，就无法停下。你死了这条心吧！啊，爹！赤鬼宗的畜生，你快放了我爹！这是之前遇到的那个家伙。叶师兄，我求求你，救救我爹！你救救他！陈小姐，如果我们现在出去，陈家主所做的一切都白费了。你们若是走了，我会用最折磨人的方式杀了他。陈小姐，还不如求求你的师兄，难道你想眼睁睁看着你父亲惨死吗？柔儿，快走！不用管爹，
爹不怕死，爹只想你能平安离开，你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哼，不识好歹的东西，死到临头还逞强。叶楚云，你快救救我爹爹！你不去，我自己去。叶楚云，救爹爹！对不起，我只能这么做。陈家主，你放心，我一定会护送陈小姐安全离开。这个路线是去往流云宗，只是传送速度逐渐变慢，力量也开始消散了。陈家主怕是已经死了。不好，有人追来了！看来跑路已经行不通了。杂乱的地形比较适合周旋。不要再挣扎了，你跑不掉的。乖乖把东西交出来，我饶你们不死。我可没那么傻，我若是把东西交出来，你肯定立即就把我们杀了。我说的对吧，段衡师兄？哈哈哈，叶师弟，看来你还不算太蠢，居然看穿了我的身份。那我就不必伪装了，念在往日兄弟情分上，交出陈家宝物，我保证不难为你们。哦，对了，还有五阳山矿洞内的东西。原来你一直处心积虑地接近我，就是为了那个？你怎么确定在我身上？你跟王双组队前往山洞深处，而在我杀死王双那个蠢货前，他说前往洞穴深处的只有你。况且叶师弟你最近进步之神速，很难让人不起疑呀。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雾。白衣祭奠心无，黑羽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直落的孤独晚上无章。金堂派新诗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既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世流离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城墙。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宿主结局近期转折已更新。啊！我将在落峡谷陨落。落峡谷，那不就是这儿吗？完蛋了！不是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吗？看近期转折的情形，或许还有转机。只要吞下渡厄神丹，被打成重伤，或许能够扭转生死。为了活命，只能放手一搏了。哈哈哈哈哈！渡厄神丹，想要吸收渡厄神丹，至少也要元海境。你区区纳元境，怕是要被这股能量撑爆身体，简直是在自寻死路。这股能量，哼，看来都不用我动手了。交出你手中的秘宝，师兄我就送你一程，替你早点结束痛苦。我就让你更痛苦。来吧，只要再撞上一下，就能够扭转生死。
这怎么可能？寒烟剑，怎么回事啊？剑怎么自己出来了？法器之上才会护主，你一个纳元境，怎会有此等宝物？什么？这法器还能自动护主啊？这也太逆天了吧！可现在也不是你表忠心的时候呀，得让他打我才行啊！你别妨碍我了，会死人的！哈哈哈哈哈！叶师弟真的是我的贵人，待你死后，我会好好替你保管这些宝物。贵人？我说你小子别太离谱，你刚才的攻击有碰到我吗？都没重伤我，还想让我死，就别扭了。要不再正面朝我攻过来试试？寒烟剑护主防御力最高，但在我手上时，攻击力加成最多的远海镜，跟段恒抗衡，恐怕不行。叶师弟，死到临头还这么狂，看来师兄真的得送你一程了。来呀，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现在，我丢，一边去吧你！哎呀，手滑了，剑丢了，这可怎么办呀？只要躲开要害，吃你一剑又如何？来把我打成重伤吧！来吧，师兄！哼，真是废物，连剑都拿不住。没有了寒炎剑，我看你怎么抵挡我的攻击！去死吧！就来！啊！扔你走，怎么又回来了？你太粘人了吧！身体里那股能量在到处冲撞，要不是有混元剑台炼体，恐怕就真要爆体了。哈哈，嚣张吧！就凭你也想吸收渡恶神丹，身体马上就要被能量撑爆了吧？根本不用我出手，哈哈，我就在这里等着你死。哼，孙子，这就放弃了吗？啊，你就这点能耐？云，欺人太甚！血魔封禁术，我阻断法器和宿主之间的联系。叶楚云，没有了宝物护主，我看你还怎么嚣张！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舞。白衣祭奠心幕，黑羽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赤裸的孤独万寿无疆。金堂台新诗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往，当初誓言铿锵。遗憾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世流离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声场。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叶师弟，别再挣扎了，你的存在就是个错误，让师兄送你安心上路吧。脖子快断了，啊！再不重伤就要死了，只有这一个办法了。叶楚云，你找死！
哈哈哈哈哈！没实力还嚣张，真是愚蠢。哈哈，碾死你比碾死一只蟑螂都容易。可惜，让你浪费了一颗渡厄金丹，不然我必能踏入通幽境。哼，东西没在这小子身上，难道在他身上？哼哼哼，我知道你醒了，你在害怕我，身体抖成这样。楚云哥哥，杀了叶楚云哥哥，别死了！叶楚云哥哥死了，现在我也要死了！不要！去吓求你了！陪你的叶楚云哥哥吧。他身上也搜遍了，怎么可能没有呢？东西藏哪儿去了？杀呀！廖师叔，陈家堡内的赤鬼宗已尽数斩杀。哇！好，对了，可有萧平天和叶楚云的下落？没有。赶紧去找，翻遍整个陈家堡都要把他们二人找出来，不然谁也免不了被宗主重责。是。怎么会没有？这不可能！我一定要找到。南风绝对是把玉池里给了这小子，怎么可能没有？该死了，东西到底被他藏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怎么找都没有？混蛋！死了还给我找麻烦，真是可恶啊！你根本不知道我费了多大劲才把流云宗那些老头子困在五阳山，让他们不能下来支援陈家。好不容易让萧平天也按照计划中的安排被牵制住了，一切都尽在我的掌控之中。眼看着东西就要到手了，只差最后一点点，玉池里就是我的了。是你中间插进来捣乱，毁了我辛苦营造的一切。2次我与宝物失之交臂，都是因为你。啥情况？可是他体内灵气又开始流动了，他的气息刚才已经明明没有了，怎么会这样？这家伙居然没死！我刚刚那一击没有杀死他，也真的……哈哈哈哈哈哈！看来上天都在帮我，或许是渡厄金丹能量的冲击，让我回光返照了。这下我就能从你嘴里得到玉池里的下落了。只要你还有口气就好，叶师弟，把东西赶快交出来，我可以饶你不死。刚刚你已经意识到了，你不是我的对手。剑修远海境，晋升成功，但能否扭转生死局，从段衡手里活下来，保住玉池里和陈小姐的命，就要看看这剑修远海境究竟有多强了。大河剑法，无风一术，哼，什么狗屁剑修远海境，说到底还是跟我御空境差了一整个境界。你不会以为侥幸活下来就能打败我吧？试试就知道。这怎么可能？好快，这是远海境能发挥的实力吗？完全看不出他的攻击轨迹。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雾。白衣祭奠心目，黑羽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直落的孤独晚上无疆。金堂派青石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石榴里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城墙。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
还没完，清源剑法！糟了，又是这招，躲不过去了！七玄剑法，去！怎么会突然变强这么多？竟然毫无还手之力！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和叶楚云之间明明差着一个大境界。对了，剑修元海境，这是什么境界？从未听说过，竟然和普通的元海境完全不同。我败了，段师兄。我败了！别杀我，叶师弟，求你别杀我！我已经被你废了修为，对你没有威胁了。饶了我，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你知道了一定要放过我。这个秘密有关赤鬼宗为何一定要拿到尉迟里。据说500年前，万里黄沙之地突然出现一座宫殿，名为镇荒殿。传说那里有稀世珍宝，还有令天下人闻风丧胆的修炼秘籍。无数强者试图强行进入其中一探究竟，但都被瞬杀，旁人只能望门兴叹。而赤鬼宗一直在寻找的尉迟里，以及五阳山被封印的神秘元胎，还有一种未知的神秘之物。这3个宝物都是传说中能开启进入荒镇殿的钥匙，一旦集齐，荒镇殿将再度现身。届时可就将宝物功法占为己有，壮大宗门，统治修真界。我目前知道的就这么多了，只要师弟饶我一命，我必将在赤鬼宗套取更多镇荒殿消息传给师弟，里应外合，帮师弟拿起钥匙。一旦镇荒殿再次降世，师弟必能成就万世之主的伟业，所有人都要臣服于师弟脚下。那可多谢师兄。自家兄弟，不必客气，这样也全当报了师弟的不杀之恩。那我先走一步了，后会有期。叶师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答应放我走的，你可不是说话不算数的人呐！我可是把知道的都告诉你了。师兄，你该不会以为我还是那个任由你拿捏的软柿子吧？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会再信了。你这种残暴无良、虚情假意的小人，如果今日不及时除掉，日后会留下祸端。画这么大一个饼，一点有用信息量都没有。到底有没有镇荒殿还不一定，鬼能信你？赢了段衡，我的必死结局应该就此改变了吧？危机总算过去了，我得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命格变成了厄运之子，这跟天煞孤星也没差多少嘛。虽逃过了落峡谷一战，却又回到了被推下悬崖粉身碎骨的死局。这个被剥夺内门弟子身份又是什么鬼？算了，车到山前必有路，走一步看一步吧。段衡在匕首涂了麻药，让人无法动弹。幸亏不是毒药，匕首上流了道浅浅的血槽，在慢慢给人放血。段衡这是要他看着自己一点点咽气啊，真是歹毒。虽然失血过多，但还有一些尚存，能救。只有用这片金叶子来让你恢复生机了。这就是你办的好事儿，出了这么大岔子，让别人怎么看我？陈家堡348户前来道贺的100名修士被屠戮殆尽，宗内外门弟子100名，内门弟子10几名死伤惨重。你让我如何向流云老祖和外界交代？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雾。白衣祭奠心幕，黑羽化作浮屠，江山累卷望，赤裸的孤独万寿无疆。惊堂拍醒世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
照亮。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世流离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城墙。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还没完，清源剑法！糟了，又是这招，躲不过去了！七玄剑法，去吧！怎么会突然变强这么多？竟然毫无还手之力！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和叶楚云之间明明差着一个大境界。对了，这千修元海境，这是什么境界？从未听说过，竟然和普通的元海境完全不同。败了，段师兄。我败了！别杀我，叶师弟！求你别杀我！我已经被你废了修为，对你没有威胁了。饶了我！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你知道了一定要放过我。这个秘密有关赤鬼宗为何一定要拿到尉迟里。据说500年前，万里黄沙之地突然出现一座宫殿，名为镇荒殿。传说那里有稀世珍宝，还有令天下人闻风丧胆的修炼秘籍。无数强者试图强行进入其中一探究竟，但都被瞬杀，旁人只能望门兴叹。而赤鬼宗一直在寻找的尉迟里，以及五阳山被封印的神秘元胎，还有一种未知的神秘之物。这3个宝物都是传说中能开启进入荒镇殿的钥匙。一旦集齐，荒镇殿将再度现身，届时可就将宝物功法占为己有，壮大宗门，统治修真界。我目前知道的就这么多了。只要师弟饶我一命，我必将在赤滚宗讨取更多镇荒殿消息传给师弟，里应外合，帮师弟拿起钥匙。一旦镇荒殿再次降世，师弟必能成就万世之主的伟业，所有人都要臣服于师弟脚下。那可多谢师兄。自家兄弟不必客气，这样也全当报了师弟的不杀之恩。那我先走一步了，后会有谁？叶师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答应放我走的，你可不是说话不算数的人呐！我可是把知道的都告诉你了。师兄，你该不会以为我还是那个任由你拿捏的软柿子吧？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会再信了。你这种残暴无良、虚情假意的小人，如果今日不及时除掉，日后必留下祸端。画这么大一个饼，一点有用信息量都没有。到底有没有镇荒殿还不一定，鬼能信你？赢了段衡，我的必死结局应该就此改变了吧？危机总算过去了，我得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命格变成了厄运之子，这跟天煞孤星也没差多少嘛。虽逃过了落峡谷一战，却又回到了被推下悬崖粉身碎骨的死局。这个被剥夺内门弟子身份又是什么鬼啊？算了，车到山前必有路，走一步看一步吧。段衡在匕首涂了麻药，让人无法动弹。幸亏不是毒药，匕首上流了道浅浅的血槽，在慢慢给人放血。段衡这是要他看着自己一点点咽气啊，真是歹毒。虽然失血过多，但还有一些尚存，能救。只有用这片金叶子来让你恢复生机了。这就是你办的好事儿，出了这么大岔子，让别人怎么看我？
陈家堡348户前来道贺的100名修士被屠戮殆尽，宗内外门弟子100名，内门弟子10几名死伤惨重。你让我如何向流云老祖和外界交代？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舞。白衣祭奠心目，黑羽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赤裸的孤独万上无疆。金堂派新诗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忘，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世流离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城墙。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宗主息怒，我等已查明事情的全部经过。此番乃内门弟子段衡与赤鬼宗里应外合所为，才造成了如此惨重的局面。只是我们找到段衡之时，段衡已死。死了？流云老祖岂是你这样好糊弄的？我拿一个死人怎么交差？宗主莫慌，判断段衡曾与叶楚云交往紧密，而且有人举报说曾亲眼所见段衡与叶楚云交换过信物。如果我们坐实叶楚云也有叛变的事实，叶楚云是流云老祖的门人，他既然没有管教好自己的人，那流云老祖想必就没有立场直指责您了。不错，是个可行的法子。唉，就是可惜了那小子的天赋了。叶楚云人找到了吗？报！禀告宗主，叶楚云带着陈家小姐陈静柔已进入宗门内部。证据确凿，居然还不老实交代！来人，给我按住他！叶楚云，你与段衡一直交往紧密，这赤鬼宗的信物货玉也是你身上现搜出来的，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我说我真的是被人陷害的，是段衡骗了我，你们会信吗？哦，这居然就是赤鬼宗的货玉啊！段师兄，你真是死也要拉我下水啊！少说废话，别浪费我时间。看到你我就不爽。师尊交代了，要不惜一切代价调查清楚真相。证据摆在面前，你若还不承认，就只能让你尝尝这镇魂钉的滋味。小子，给你个忠告，我劝你在萧平天动手前，最好是老实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这镇魂钉除了让你修为尽失，灵魂千疮百孔，无法再修炼以外，最煎熬的是能让你日日夜夜都尝尽钻心刻骨的痛楚。到时你就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为了把事情推到我头上，你们也是煞费苦心啊！居然连这么恶毒的刑具都搬出来了！我没做过就是没做过，要我承认什么？还在嘴硬！什么？怎么可能？啊！我居然没事！再来，不可能逃得掉！去！这怎么可能把镇魂钉都给怼歪了？这小子难道是钢筋铁骨吗？你小子到底是什么人？从第一次见你，我就觉得哪都不对劲，有种失落的痛感。虽然不清楚你为什么能防住镇魂钉，无论如何，
今日我一定要让你死！萧平天，别冲动，别毁了宗主的计划。这小子现在不能死。我看今天谁敢动他！女帝大佬，麻烦来了。仅凭一些闲言碎语和一块玉就要杀人，是否太过武断？我看这件事还得继续调查才行，以防有些人公报私仇。萧平天，你冷静点儿，别忘了宗主的吩咐。现在正是放人的时候。滚！还不用你来指挥我，我自有安排。这是你自己的意思，还是流云老祖的意思？萧平天，注意你的态度。我是老祖的亲传弟子，按照辈分，我现在可是与你师父平级，轮不到你来质疑我。放下他。那就依你，小师叔的意思，现在该如何处置？他与段衡来往过密是事实，莫非就这样放了他？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雾。白衣祭奠心无，黑羽化作浮屠，江山泪卷瓦，赤裸的孤独万寿无疆。惊堂拍醒世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世流离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城墙。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宗主息怒，我等已查明事情的全部经过。此番乃内门弟子段衡与赤鬼宗里应外合所为，才造成了如此惨重的局面。只是我们找到段衡之时，段衡已死。死了？流云老祖岂是你这样好糊弄的？我拿一个死人怎么交差？宗主莫慌，叛徒段衡曾与叶楚云交往紧密，而且有人举报说曾亲眼所见段衡与叶楚云交换过信物。如果我们坐实叶楚云也有叛变的事实，叶楚云是流云老祖的门人，他既然没有管教好自己的人，那流云老祖想必就没有立场指责您了。不错，是个可行的法子。唉，就是可惜了那小子的天赋了。叶楚云人找到了吗？报！禀告宗主，叶楚云带着陈家小姐陈静柔已进入宗门内部。证据确凿，居然还不老实交代！来人，给我按住他！叶楚云，你与段衡一直交往紧密，这赤鬼宗的信物货玉也是你身上现搜出来的，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我说我真的是被人陷害的，是段衡骗了我，你们会信吗？哦，这居然就是赤鬼宗的货玉啊！段师兄，你真是死也要拉我下水啊！少说废话，别浪费我时间。看到你我就不爽。师尊交代了，要不惜一切代价调查清楚真相。证据摆在面前，你若还不承认，就只能让你尝尝这镇魂钉的滋味。小子，给你个忠告，我劝你在萧平天动手前，最好是老实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这镇魂钉除了让你修为尽失，灵魂千疮百孔，无法再修炼以外，最煎熬的是能让你日日夜夜都尝尽钻心刻骨的痛楚。到时
你就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为了把事情推到我头上，你们也是煞费苦心啊！居然连这么恶毒的刑具都搬出来了！我没做过就是没做过，要我承认什么？还在嘴硬？什么？怎么可能？啊！我居然没事！再来，不可能逃得掉！去！这怎么可能把镇魂钉都给怼歪了？这小子难道是钢筋铁骨吗？你小子到底是什么人？从第一次见你，我就觉得哪都不对劲，有种失落的痛感。虽然不清楚你为什么能防住镇魂钉，无论如何，今日我一定要让你死！小平天，别冲动，别毁了宗主的计划。这小子现在不能死。我看今天谁敢动他！女帝大佬，麻烦来了。仅凭一些闲言碎语和一块玉就要杀人，是否太过武断？我看这件事还得继续调查才行，以防有些人公报私仇。小平天，你冷静点儿，别忘了宗主的吩咐。现在正是放人的时候。滚！还不用你来指挥我，我自有安排。这是你自己的意思，还是流云老祖的意思？萧平天，注意你的态度。我是老祖的亲传弟子，按照辈分，我现在可是与你师父平级，轮不到你来质疑我。放下他。那就依你小师叔的意思，现在该如何处置？他与段衡来往过密是事实，莫非就这样放了他？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舞。白衣祭奠心无，黑羽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直落的孤独晚上无疆。金堂派新诗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既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石榴里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城墙。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自然不是，我师尊说了，叶楚云或许有错，但他保下了陈家唯一后嗣，功过相抵，罚他除去内门弟子身份，看守山门静思己过。你对这处置可有意见，小师侄？不，既然流云老祖发话了，想必师尊也不会有意见。看守山门倒也符合他的身份，人你带走吧，我就先回去禀告了，告辞。还有你，我警告你，再敢用身份嚣张，我杀了你！就凭你也配当我师叔？哇，骑士妹，你刚刚简直太帅了，竟然敢硬刚萧平天！哎呦，看他吃瘪的样子，真是太爽了。果然跟着流云老祖修炼，气质都不一样了，进步神速啊！我都有点不认识你了。哎，骑士妹，你怎么了？怎么停下了？是忘了什么吗？叶师兄，你没事太好了，我刚才都是装的。其实我挺害怕那个萧平天的，他板着张脸，太凶了。我短短1个月不到，他竟然从淬体3重修炼到了纳元8重，不愧是女帝，进步太快了。我看看近期转折，这，哎，
这傻丫头，为了我付出那么多，居然什么都不告诉我。寝师妹，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如果不是你，他们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的。尤其是萧平天，他刚刚是真的想杀了我。谢谢你救了我。此次陈家堡死伤惨重，宗主担心宗门长老们和师尊责怪，把自己塑造成不知情的受害者，才想尽办法将你推出去。这次不成功，可能还有下次。师兄，你还是要小心。嘿嘿，师妹放心，我有自保的方法。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不必为我担心。唉，四面都是豺狼虎豹，看来这个流云宗也待不久了。之后该去哪儿呢？突破成功。随着对混元剑胎修炼的深入，大和剑法和清源剑法也都已经领悟到第5层和第3层的剑法精髓。真不错，这个小东西也太强了，不分白天黑夜的引动天地灵气。不过快把半山腰方圆数百里的灵气都吸完了，最近我的提升速度也明显变慢，得想想法子。还有上次萧平天对我出手的时候，我能够防住镇魂钉的缘由还不得而知。等见到老头子，他或许知道答案。对了，未央山得到的古谱，萧平天的机缘肯定不简单，得再研究一下怎样才能解开古谱上的禁制。啊，我古谱呢？怎么不见了？什么情况？不可能！我明明放在储物界面的，为什么不见了？是不是被系统私吞了？还我古谱！宿主物品古谱为上古文字的翻译本，山海译制已破译完成。啊，哈哈，原来如此啊！错怪你了，幸好还在。这山海译制乃是上古之语写成，分为了上下2部分。前半部分是上古珍奇异兽的介绍，穷奇、毒龙、精卫、李历；后半部分则是一门古老且强大的御兽秘诀，可收服百兽。习得了这御兽诀，也算是有一门新的技能可以傍身了，起码不必再担心被异兽袭击。虽然近期转折没有提示最近有生命危险，但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生存，实力越强，才会有更多的选择。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舞。白衣祭奠心无，黑羽化作浮屠，江山累卷望，直落的孤独万上无疆。惊堂拍醒世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长亮。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既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世流离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城墙。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自然不是，我师尊说了，叶楚云或许有错，但他保下了陈家唯一后嗣，功过相抵，罚他除去内门弟子身份，看守山门，静思己过。你对这处置可有意见，小师侄？不，既然流云老祖发话了，想必师尊也不会有意见。看守山门倒也符合他的身份，人你带走吧，我就先回去禀告了，告辞。还有你，我警告你，再敢用身份嚣张，我杀了你，就凭你也配当我师叔？哇，骑士妹，你刚刚简直太帅了，竟然敢硬刚萧平天！
哎呦，看他吃瘪的样子，真是太爽了！果然跟着流云老祖修炼，气质都不一样了，进步神速啊！我都有点不认识你了。哈哈，哎，秦师妹，你怎么了？怎么停下了？是忘了什么吗？叶师兄，你没事太好了，我刚才都是装的。其实我挺害怕那个萧平天的，他板着张脸，太凶了。短短1个月不到，他竟然从淬体3重修炼到了纳元8重，不愧是女帝，进步太快了。我看看晋级转折，这傻丫头，为了我付出那么多，居然什么都不告诉我。秦师妹，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如果不是你，他们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的。尤其是萧平天，他刚刚是真的想杀了我。谢谢你救了我。此次陈家堡死伤惨重，宗主担心宗门长老们和师尊责怪，把自己塑造成不知情的受害者，才想尽办法将你推出去。这次不成功，可能还有下次。师兄，你还是要小心。嘿嘿，师妹放心，我有自保的方法，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不必为我担心。唉，四面都是豺狼虎豹，看来这个流云宗也待不久了。之后该去哪儿呢？突破成功！随着对混元剑胎修炼的深入，大和剑法和清源剑法也都已经领悟到第5层和第3层的剑法精髓。真不错，这个小东西也太强了，不分白天黑夜的引动天地灵气。不过快把半山腰方圆数百里的灵气都吸完了，最近我的提升速度也明显变慢，得想想法子。还有上次萧平天对我出手的时候，我能够防住镇魂钉的缘由还不得而知。等见到老头子，他或许知道答案。对了，未央山得到的古谱，萧平天的机缘肯定不简单，得再研究一下怎样才能解开古谱上的禁制。啊，我古谱呢？怎么不见了？什么情况？不可能！我明明放在储物界面的，为什么不见了？是不是被系统私吞了？还我古谱！宿主物品古谱为上古文字的翻译本，山海译制已破译完成。啊，哈哈，原来如此啊！错怪你了，幸好还在。这山海译制乃是上古之语写成，分为了上下2部分。前半部分是上古珍奇异兽的介绍，穷奇、图文、精卫、礼力；后半部分则是一门古老且强大的御兽秘诀，可收服百兽。习得了这御兽诀，也算是有一门新的技能可以放身了，起码不必再担心被异兽袭击。虽然近期转折没有提示最近有生命危险，但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生存，实力越强，才会有更多的选择。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舞。白衣祭奠心幕，黑羽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直落的孤独晚上无章。金堂派新诗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世流离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声场。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
什么人敢擅闯流云宗宗门？报上名来！吾乃玉寿宗弟子，有事求见顾宗主，请两位让开。宗主岂是你想见就能见？没有拜帖还伤人？玉寿宗都是你这样蛮横没规矩的吗？臭小子，竟敢不把我玉寿宗放在眼里！周虎，去，给他们一点教训。哦，这就是玉寿宗的灵兽啊，毛的手感真不错呀，软乎乎的。别摸我的虎！下等货色也敢碰我的咒虎！把你的脏手拿开！拿开！送上门的紫色机缘，大云峰后山是吗？归我了。还是个远海八重镜，正好给我练练手，试试我现在的实力。找死！怎么会？你不就是个看门的吗？怎么能轻松接下我这一击？哎呦，连我一个看大门的都打不过，就敢跑到流云宗门口撒野，不知天高地厚，真是丢人啊！啊！可恶！气死我了！赵虎，去给我杀了这个小子！居然敢这般羞辱我！自己打不过，就驱动异兽，正好试试。刚从山海意志上学的这招好不好用？御兽诀，安抚。哼哼，这御兽诀的安抚咒还真管用啊！猛虎瞬间化为小猫咪。怎么回事？你对我的周虎做了什么？他怎么会不攻击你，还对你这么温顺？周虎，回来！你确实有御兽的天赋，能降服咒虎这种猛兽，只可惜遇到了我，你只能勉强驾驭它，而我能让它忠心于我。御兽诀，攻击！周虎上，咬他！糟了，周虎这就要被他驯服了。够了，都停下！这位小兄弟，是我宗门弟子礼数不周，冒犯各位了，我替他道歉。小兄弟才能过人，还望你能放了他的灵兽，莫要与他计较。这老头倒是个讲理的，看在老头的面子上，今天就放这小子一马。想必这位就是御兽宗的长老。晚辈间的切磋，长老不要放在心上。只不过来了流云宗，就要按流云宗的规矩。宗内有专门看顾灵宠的地方，各位进宗可以，灵宠留下。还希望长老不要为难我们底层弟子。周虎娇贵，万不可留在此处。李长老和他一个看门的有什么好说的？我们直接闯进去。好了，不要再说了。那就有劳这位小兄弟了，周虎就劳烦你照顾了。哪里哪里，您请。切，你等着，这笔账我迟早要算。哼，我还怕你？没脑子的莽夫！事不宜迟，先去收了机缘。哎呀，到底在哪儿呢？沿着古旧洞府走了这么深了，怎么什么也没有看到呀？明明就在这里啊，怎么这么难找？啊，终于找到了！这里的溪水灵气逼人，所说的机缘应该就是这儿了。啊，那是什么？好大一片药田，好浓郁的元气！流云宗居然还有这种地方！我在流云宗待了这么久都没发现，那个李浩泽走了狗屎运啊，竟然能找到这儿来！啊，那药田中间的东西是什么？居然是一条吊坠！这儿怎么会有吊坠？它好像在吸收药田的药性。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雾。白衣祭奠心幕，黑羽化作浮屠，江山累卷望，赤裸的孤独万寿无常。惊堂拍心世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
身强，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什么人敢擅闯流云宗宗门？报上名来！吾乃玉寿宗弟子，有事求见顾宗主，请两位让开。宗主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没有拜帖还伤人？玉寿宗都是你这样蛮横没规矩的吗？臭小子，竟敢不把我玉寿宗放在眼里！周虎，去，给他们一点教训。哦，这就是玉寿宗的灵兽啊，毛的手感真不错呀，软乎乎的。别摸我的虎！下等货色也敢碰我的咒虎！把你的脏手拿开！拿开！就吃我一拳！送上门的紫色机缘，大云峰后山是吗？归我了。还是个远海八重境，正好给我练练手，试试我现在的实力。找死！怎么会？你不就是个看门的吗？怎么能轻松接下我这一击？哎呦，连我一个看大门的都打不过，就敢跑到流云宗门口撒野，不知天高地厚，真是丢人啊！啊！可恶！气死我了！赵虎，去给我杀了这个小子！居然敢这般羞辱我！自己打不过，就驱动异兽，正好试试刚从山海意志上学的这招好不好用。御兽诀，安抚。哼哼，这御兽诀的安抚咒还真管用啊！猛虎瞬间化为小猫咪。怎么回事？你对我的周虎做了什么？他怎么会不攻击你，还对你这么温顺？周虎，回来！你确实有御兽的天赋，能降服咒虎这种猛兽，只可惜遇到了我，你只能勉强驾驭它，而我能让它忠心于我。御兽诀，攻击！周虎上，咬他！糟了，众位真的要被他驯服了。够了，都停下！这位小兄弟，是我宗门弟子礼数不周，冒犯各位了，我替他道歉。小兄弟才能过人，还望你能放了他的灵兽，莫要与他计较。这老头倒是个讲理的，看在老头的面子上，今天就放这小子一马。想必这位就是御兽宗的长老。晚辈间的切磋，长老不要放在心上。只不过来了流云宗，就要按流云宗的规矩，宗内有专门看顾灵宠的地方，各位进宗可以，灵宠留下。还希望长老不要为难我们底层弟子。周虎娇贵，万不可留在此处。李长老和他一个看门的有什么好说的？我们直接闯进去。好了，不要再说了，那就有劳这位小兄弟了。周虎就劳烦你照顾了。哪里哪里，您请。切，你等着，这笔账我迟早要算。哼，我还怕你？没脑子的莽夫！事不宜迟，先去收了机缘。哎呀，到底在哪儿呢？沿着古旧洞府走了这么深了，怎么什么也没有看到呀？明明就在这里啊，怎么这么难找？啊，终于找到了！这里的溪水灵气逼人，所说的机缘应该就是这儿了。啊，那是什么？好大一片药田，好浓郁的元气！流云宗居然还有这种地方，我在流云宗待了这么久都没发现。那个李浩泽走了狗屎运啊，竟然能找到这儿来！啊，那药田中间的东西是什么？居然是一条吊坠！这儿怎么会有吊坠？它好像在吸收药田的药性。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雾。白衣祭奠心目，黑羽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赤裸的孤独晚上无家。
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忘，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石榴里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声场。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不过药田的药性都被这东西吸收了，之后我该怎么用这吊坠释放药性呢？算了，不管了，先拿着再说。保命的手段不嫌多，以后肯定会知道它的用途。丁，宿主近期转折已变更。啊，赵玉龙、赵玉虎这两个人还敢搞事情，看来上次给他们的教训还不够，那这次就让你们有去无回吧。他们这种人留着也是祸害。哥，咱们这么做真的没问题吗？我有点担心被叶楚云发现。哼，有好戏看了。叶楚云，让我看看你怎么度过这一关。这事儿只有你知我知，没有问题的。放心好了，这大蛇可是远海境的异兽，哥哥我花了重金买下的，据说只要被它咬到，就会立刻暴毙而亡。叶楚云今天死定了。那就好。嘿嘿，这小子这次绝对逃不掉。哥，这个蛇咬下去了，怎么连声惨叫都没有啊？咬中了吗？这蛇这么强，这小子可能都没来得及反应吧。这个叶楚云把我们哥俩害得这么惨，让他在睡梦中死去，真是便宜他了。我们再等会儿。赵玉龙、赵玉虎，你们俩是在找我呀？这声音是……叶楚云，你害我失去内门弟子的资格，这笔账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要怨就怨你自己。哎，怎么回事？这小子怎么跑出来了？是吗？想杀我，就凭你们两个蠢货，下辈子吧。叶楚云，多行不义必自毙。想你死的当然不止我们两个，今日的一切都是你当初种下的苦果。哼，不用跟他废话，偷袭不成，咱们就正面来。好，哥，快让蛇来咬死他。放心，他逃不掉。这是七彩狂蟒，是玉兽宗弟子才能驾驭的高阶异兽。这两个人怎么搞到手的？难道之前遇到的那个李浩泽和这两个蠢货串通了？叶楚云，你之前不是很牛吗？得了内门大比的头筹啊，眼睛都要飞到天上去了。现在知道害怕了吧？后悔招惹我们了吧？七彩狂蟒的确有些难对付，不过我也习得了御兽诀。多亏了你自己作死，现在的你只是个臭看门的，死了也不会有人在乎。要是跪下来磕头认错，或许我们还能让你死得快一点，没那么痛苦。既然如此，那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希望你们不要后悔。死到临头还猖狂，老子最看不惯你这副德行。哥，快催动七彩狂蟒，咬死他！正有此意，去吧，七彩狂蟒！叶楚云，你的死期到了，没有人能来救你。怎么冲我们来了？哥，这不太对劲呐！你是不是搞错了？你咬错人了！御兽诀，攻击！你们说我的命没人在乎，难道你们的命就有人在乎吗？可笑至极！叶楚云，你好大的胆子！萧平天，宗门内公然残害同门手足，我亲眼所见。你还有什么话说？这次我看你还能怎么狡辩？师兄出现在这里，还真是让人意外。七彩狂蟒是想护主吗？等等，回来！不知死活的低级畜生，你也敢攻击我？你准人我一时杀不了，
还能杀不了你，死吧！好强！没有花里胡哨的招式，只靠单纯的力量和速度就能做到这种地步，这就是同有九重的实力吗？在萧平天面前，我可能连一招都接不住，我还差太远啊！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舞。白衣祭奠心幕，黑羽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赤裸的孤独万寿无疆。惊堂拍醒世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世流离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城墙。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不过药田的药性都被这东西吸收了，之后我该怎么用这吊坠释放药性呢？算了，不管了，先拿着再说。保命的手段不嫌多，以后肯定会知道它的用途。丁，宿主近期转折已变更。啊，赵玉龙、赵玉虎这两个人还敢搞事情，看来上次给他们的教训还不够，那这次就让你们有去无回吧。他们这种人留着也是祸害。哥，咱们这么做真的没问题吗？我有点担心被叶楚云发现。哼，有好戏看。叶楚云，让我看看你怎么度过这一关。这事儿只有你知我知，没有问题的。放心好了，这大蛇可是远海境的异兽，哥哥我花了重金买下的。据说只要被它咬到，就会立刻暴毙而亡。叶楚云今天死定了。那就好。嘿嘿，这小子这次绝对逃不掉。哥，这个蛇咬下去了，怎么连声惨叫都没有啊？咬中了吗？这蛇这么强，这小子可能都没来得及反应吧。这个叶楚云把我们哥俩害得这么惨，让他在睡梦中死去，真是便宜他了。我们再等会儿。赵玉龙、赵玉虎，你们俩是在找我呀？这声音是叶楚云，你害我失去内门弟子的资格，这笔账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要怨就怨你自己。哎，怎么回事？这小子怎么跑出来了？是吗？想杀我，就凭你们两个蠢货，下辈子吧。叶楚云，多行不义必自毙。想你死的当然不止我们两个，今日的一切都是你当初种下的苦果。哼，不用跟他废话，偷袭不成，咱们就正面来。好，哥，快让蛇来咬死他。放心，他逃不掉。真是七彩狂蟒，是御兽宗弟子才能驾驭的高阶异兽，这两个人怎么搞到手上？难道之前遇到的那个李浩泽和这两个蠢货串通了？叶楚云，你之前不是很牛吗？得了内门大比的头筹啊，眼睛都要飞到天上去了。现在知道害怕了吧？后悔招惹我们了吧？七彩狂蟒的确有些难对付，不过我已习得了御兽诀。多亏了你自己作死，现在的你只是个臭看门的，死了也不会有人在乎。要是跪下来磕头认错，或许我们还能让你死得快一点，没那么痛苦。既然如此，那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希望你们不要后悔。死到临头还猖狂，老子最看不惯你这副德行。哥，
快催动七彩狂蟒，咬死他！正有此意，去吧，七彩狂蟒！叶楚云，你的死期到了，没有人能来救你。怎么冲我们来了？哥，这不太对劲呐！你是不是搞错了？咬错人了！御兽诀，攻击！你们说我的命没人在乎，难道你们的命就有人在乎吗？可笑至极！叶楚云，你好大的胆子！萧平天，宗门内公然残害同门手足，我亲眼所见。你还有什么话说？这次我看你还能怎么狡辩？师兄出现在这里，还真是让人意外。七彩狂蟒是想护主吗？等等，回来！不知死活的低级畜生，你也敢攻击我？没准人我一时杀不了，还能杀不了你？死吧！好强！没有花里胡哨的招式，只靠单纯的力量和速度就能做到这种地步，这就是同有九重的实力吗？在萧平天面前，我可能连一招都接不住，我还差太远啊！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雾。白衣祭奠心目，黑羽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赤裸的孤独晚上无章。金堂派新诗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既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石榴里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城墙。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这次人赃俱获，萧平天亲眼所见，没有半点狡辩余地。叶楚云，你可知罪？之前你勾结段衡与赤鬼宗一事还尚无定论，你一直声称被段衡欺瞒，如今却又公然杀害了同门。如此祸事，恐怕流云老祖也无法再袒护你了。你还有何要辩解的？想处理弟子，你私下处理就是了，在这映射流云老祖干嘛？不就是想暗示流云老祖以权谋私？师兄还让他辩解什么？证据确凿，该直接斩杀掉。是啊，我看不必在意了，直接推出去处刑吧。如此叛逆之徒，留着必是祸害。且慢，弟子有话要说。弟子要告发萧师兄驱使同门残害弟子未果，构陷弟子，扰乱宗门秩序。他在说什么？看来事情有反转，有意思。叶楚云，你这是倒打一耙！你疯了，在这里胡说八道！来人，直接将他拉去戒律堂斩杀了。洪师兄何必着急呢？他若真是胡说八道，再斩杀也不迟。再说了，宗主师兄都未发话呢，我们不如看看他到底想说什么。你且说说，此话从何说起啊？若是污蔑了萧平天，我绝不饶你。那请萧师兄先回答我一个问题，我想问问萧师兄，为何那么晚会出现在山门？哼，那时我刚刚从山下做完任务回来，没想到恰巧看见你杀害了同门，有什么问题？所以萧师兄只看见了赵家兄弟死在我面前，却没有看到他两人的所作所为，是吗？不曾，但那又如何？至少你杀了他们是事实。哦，萧师兄说的这么肯定，我就放心了。
既然如此，那请你解释一下，为何这流向水晶中会显现萧师兄的身影？萧师兄不是没有看见吗？什么？流向水晶？该死，被叶楚云这小子摆了一道。居然有流向水晶，这是怎么回事？确实是萧师指的身影啊，难道误会了？哥，咱们这么做真的没问题吗？我有点担心被叶楚云发现。放心好了，这大蛇可是渊海境的异兽，哥哥我花了重金买下的。据说只要被它咬到，就会立刻暴毙而亡。叶楚云今天死定了。哼，有好戏看！叶楚云，让我看看你能怎么化解。铁证如山，萧师兄，你还有何话要说？这很难不让人怀疑，是你驱使赵家兄弟来杀弟子呀，而且见一计不成，又故意构陷于我。况且，如刚刚所见，赵家兄弟明明是死在自己的灵宠之下，弟子碰都没碰到他们，残害同门，从何说起？这就尴尬了。这种情况我也没见过呀。原来如此，真有意思。都是误会。昨天萧平天是被我安排下山驱邪的，我可以作证。路过山门碰巧撞见也是属实。既然那2个孽障已经作茧自缚，便不再追究。你虚惊一场，也好好回去休养。这事儿就当没有发生，散了吧。是。哎，瞧这事儿闹的。上官师妹，老祖最近还在闭关吗？如果老祖出关，还望师妹告知，我给老祖去请安呐。知道了，到时候我自然会通知你们的。各位长老且慢，这事不能这么结束。这小子居然还不满意。萧师兄目睹同门相残，作弊上官，这算不算残害同门呢？请宗主给我个准确的答复。你别得寸进尺。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舞。白衣祭奠心目，黑羽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赤裸的孤独晚上无疆。金堂派新诗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既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石榴里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城墙。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禀宗主，弟子知错。弟子当时以为他们是在切磋，没想到背后居然还有这种隐情，才判断失误。既然你已知错，那便罚你一个失察之罪，去后山立柱洞天思过1个月吧，无事不得擅自离开。是，师尊。如此，叶楚云，你可满意了？顾宗主，真叫人寒心啊！萧平天害我证据确凿，却只是轻飘飘的禁足。况且明着禁足，实则是让萧平天去后山接传承了。可惜一切都是徒劳。小子，好酒量啊！够爽快，不错，有我一半那么洒脱了。你不知道，
我这心里郁闷啊。你现在是剑修体质，我辈剑修啊，讲究一个豁达通透，从不留心结过夜。你这样愤愤不平的心境，可不利于修炼呐！啊！再说了，你体内还存有大部分渡恶神丹的能量没有吸收，这也正是你碰巧能抵挡镇魂钉的缘由。不要再往心里憋气了，小心走火入魔啊！我并非愤愤不平，只是今日之事，让我真正认清了流云宗这个地方。堂堂一宗之主，如此偏袒弟子，不顾道理。宗门众长老对此熟视无睹，跟着搅浑水。流云老祖更是不闻不问。还好有邓长老真心帮忙，还借给我流象水晶，否则今日我百口莫辩，萧平天的阴谋就达成了。不用放在心上，等你强大了，自然不会再受到不公的待遇。剑修体质本就万中无一，能在濒死之际觉醒剑修体质的就更是罕见。你小子或许真能成就剑道真境，站到剑修巅峰，要努力呀！您太客气了。我要是能站到剑修巅峰，邓长老必定已经剑道化神。你小子原来也这么会拍马屁呀！啊，剑道化神，不错。是您先说的剑道巅峰啊！我说的是真的，你别不信。对了，我要离开一段时间，你自己保重。啊，离开？你要去哪里啊？总之很远，你别打听了。乃故人所托之事，如今时机成熟，得去一趟了。不好，邓老头居然多了个黑色的命数。邓长老，既然您要远行，我便为您补上一卦吧，这样你也能安心出门。你小子突然装神弄鬼的要干嘛？邓长老，你此去必是往北，一定要万事小心。我祖上是占卜天命的，我方才给你算了一卦，如遇洞府，但凡选右边，必有大劫，切记切记。混小子，莫要咒我！我应该一路顺风，怎么会有大劫？这贼老天能奈我何？你就放心吧。哎呀，希望邓长老这次能逢凶化吉吧。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雾。白玉祭奠心目，黑玉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直落的孤独万寿无疆。金堂派新诗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世流离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城墙。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禀宗主，弟子知错。弟子当时以为他们是在切磋，没想到背后居然还有这种隐情，才判断失误。既然你已知错，那便罚你一个失察之罪，
去后山立柱洞天思过1个月吧，无事不得擅自离开。是，师尊。如此，叶楚云，你可满意了？顾宗主，真叫人寒心啊！萧平天害我证据确凿，却只是轻飘飘的禁足，况且明着禁足，实则是让萧平天去后山接传承了。可惜，一切都是徒劳。小子，好酒量啊！够爽快，不错，有我一半那么洒脱了。你不知道，我这心里郁闷啊。你现在是剑修体质，我辈剑修啊，讲究一个豁达通透，从不留心结过夜。你这样愤愤不平的心境，可不利于修炼呐！啊！再说了，你体内还存有大部分渡厄神丹的能量没有吸收，这也正是你碰巧能抵挡镇魂钉的缘由。不要再往心里憋气了，小心走火入魔啊！我并非愤愤不平，只是今日之事，让我真正认清了流云宗这个地方。堂堂一宗之主，如此偏袒弟子，不顾道理。宗门众长老对此熟视无睹，跟着搅浑水。流云老祖更是不闻不问。还好有邓长老真心帮忙，还借给我流向水晶，否则今日我百口莫辩，萧平天的阴谋就达成了。不用放在心上，等你强大了，自然不会再受到不公的待遇。剑修体质本就万中无一，能在濒死之际觉醒剑修体质的，就更是罕见。你小子或许真能成就剑道真境，站到剑修巅峰，要努力呀！您太客气了。我要是能站到剑修巅峰，邓长老必定已经剑道化神。你小子原来也这么会拍马屁呀！啊，剑道化神，不错。是您先说的剑道巅峰啊！我说的是真的，你别不信。对了，我要离开一段时间，你自己保重。啊，离开？你要去哪里啊？总之很远，你别打听了。乃故人所托之事，如今时机成熟，得去一趟了。不好，邓老头居然多了个黑色的命数。邓长老，既然您要远行，我便为您补上一卦吧，这样你也能安心出门。你小子突然装神弄鬼的要干嘛？邓长老，你此去必是往北，一定要万事小心。我祖上是占卜天命的，我方才给你算了一卦，如遇洞府，但凡选右边，必有大劫，切记切记。混小子，莫要咒我！我应该一路顺风，怎么会有大劫？这贼老天能奈我何？你就放心吧。哎呀，希望邓长老这次能逢凶化吉吧。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雾。白衣祭奠心幕，黑月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赤裸的孤独万寿无疆。金堂派新诗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世流离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心。
相思震破城墙，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师尊，我回来了。不是让你去那儿了吗？怎么这么快？东西可取到了？师尊，我是特来禀告你，那里的机缘被人先一步夺走了。什么？后山禁地鲜有人去，而且向来有人把守。就算有人误闯，那位的考验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什么人能在我眼皮底下夺了机缘？师尊，我猜这件事一定与叶楚云脱不了干系。每次见到他，我就浑身不舒服。况且他的修炼速度太快了，寻常方法定不可能做到。叶楚云，说到他，我想起来，昨日廖长老跟我说，段衡是死于叶楚云之手，而且是一击毙命。一击毙命？段衡可是御空境，他居然能跨境击杀。为师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不过他再怎么进步神速，终究也还只是个远海境，想要超过你，还远不可能。你先回去安心修炼，这件事我会处理，你的修炼速度也不能落下。是，师尊。师尊，弟子还有一件事想说，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赵玉龙两人当时是操控了七彩狂蟒对付叶楚云。据弟子了解，七彩狂蟒的驾驭方法只有玉寿宗才懂。这件事会不会是玉寿宗的人？玉寿宗那些个人，胆敢在我流云宗放肆，我自有办法收拾。叶楚云，你还在责怪本尊吗？切，道貌岸然的老狐狸一大早喊我来，这是演的哪一出？绝对没安好心。弟子不敢。宗主如果是为了道歉，那就大可不必了。弟子事多，还要回去看大门呢。道歉？本尊也不跟你绕弯子了。此番玉寿宗前来，一是为了灵界大比，二是为了不久前丢失的一只灵宠。经过3日的勘察，他们查到那只灵宠逃到了流云宗管辖内的未央山。你曾去过未央山，我们决定派你去协助玉寿宗寻回灵宠。只是寻回灵宠，肯定没有这么简单。哎呀，回禀宗主啊，此事涉及到流云宗与玉寿宗的交好，弟子本该答应。可是无奈陈家堡一战伤到了头，未央山的地形着实有些忘记了。叶楚云，不过弟子曾在一些丹经秘籍里看到过一些药方，能让人清晰记忆。只是那些草药就相当珍贵，不知宗主舍不舍得。你需要什么，尽管写下来。宗主，我写好了。好家伙，这是上我这儿来进货了。啊，宗主觉得为难啊？本尊这就差人寻了给你送去。谢宗主。宗主，这家伙明显敲竹杠啊！那些个天祥木、释迦兰，全宗上下也没有几株，他居然一口气要10株、20株。先让他得一阵，等他死了，我全都要拿回来。叶师弟，这是资源的清单，请你核查清楚了。嚯，宗主准备的够快的。切，一个看大门的摆这么大谱，宗主居然派我们外门弟子来给他搬东西。你刚来的不知道，这小子之前是内门弟子，犯了错被罚在这儿的。这多半是宗主有意要恢复他内门弟子了。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雾。白衣祭奠心幕，黑羽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
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世流离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城墙。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师尊，我回来了。不是让你去那儿了吗？怎么这么快？东西可取到了？师尊，我是特来禀告你，那里的机缘被人先一步夺走了。什么？后山禁地鲜有人去，而且向来有人把守。就算有人误闯，那位的考验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什么人能在我眼皮底下夺了机缘？师尊，我猜这件事一定与叶楚云脱不了干系。每次见到他，我就浑身不舒服。况且他的修炼速度太快了，寻常方法定不可能做到。叶楚云，说到他，我想起来，昨日廖长老跟我说，段衡是死于叶楚云之手，而且是一击毙命。一击毙命？段衡可是御空境，他居然能跨境击杀。为师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不过他再怎么进步神速，终究也还只是个远海境，想要超过你，还远不可能。你先回去安心修炼，这件事我会处理，你的修炼速度也不能落下。是，师尊。师尊，弟子还有一件事想说，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赵玉龙两人当时是操控了七彩狂蟒对付叶楚云。据弟子了解，七彩狂蟒的驾驭方法只有玉寿宗才懂。这件事会不会是玉寿宗的人？玉寿宗那些个人，胆敢在我流云宗放肆，我自有办法收拾。叶楚云，你还在责怪本尊吗？切，道貌岸然的老狐狸一大早喊我来，这是演的哪一出？绝对没安好心。弟子不敢。宗主如果是为了道歉，那就大可不必了。弟子事多，还要回去看大门呢。道歉？本尊也不跟你绕弯子了。此番玉寿宗前来，一是为了灵界大比，二是为了不久前丢失的一只灵宠。经过3日的勘察，他们查到那只灵宠逃到了流云宗管辖内的未央山。你曾去过未央山，我们决定派你去协助玉寿宗寻回灵宠。只是寻回灵宠，肯定没有这么简单。哎呀，回禀宗主啊，此事涉及到流云宗与玉寿宗的交好，弟子本该答应。可是无奈陈家堡一战伤到了头，未央山的地形着实有些忘记了。叶楚云，不过弟子曾在一些丹经秘籍里看到过一些药方，能让人清晰记忆。只是那些草药就相当珍贵，不知宗主舍不舍得。你需要什么，尽管写下来。宗主，我写好了。好家伙，这是上我这儿来进货了。啊，宗主觉得为难啊？本尊这就差人寻了给你送去。谢宗主。宗主，这家伙明显敲竹杠啊！那些个天祥木、释迦兰，全宗上下也没有几株，他居然一口气要10株、20株。先让他得一阵，等他死了，我全都要拿回来。叶师弟，这是资源的清单，请你核查清楚了。嚯，宗主准备的够快的。切，一个看大门的摆这么大谱，宗主居然派我们外门弟子来给他搬东西，
你刚来的不知道，这小子之前是内门弟子，犯了错被罚在这儿的，这多半是宗主有意要恢复他内门弟子了。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雾。白衣祭奠心幕，黑羽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直落的孤独万寿无疆。惊堂台新诗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世流离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城墙。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总算办完了，回去喝点儿。走着。恢复内门弟子个鬼！顾贤德不惜下血本，也要让我去未央山，这是让我此行必死啊！无论如何，这个流云宗是待不下去了。叶师弟，内门大比你的表现相当惊艳，没能跟你真正较量，一直是我的遗憾。这次宗主派我跟你一起下山历练，跟你多多学习请教。啥？你也去？对呀，而且让我送完资源，立马带你启程。顾贤德真毒啊，还派了人盯着我。这个千年老梅精，不会连累我也倒霉吧？叶师弟，东西都查清楚了吧？那我们即刻启程。这是个苦差事，你这体质可要保护好自己啊。哎呀，算了，谁还不是个倒霉蛋呢？说不定我们两个倒霉蛋负得正了。就在前方了，都跟紧点儿！指引时的信号到这里就消失了，难不成林宠在这湖里？顾贤德为骗我来未央山，理由都懒得想。玉寿宗明明带着指引石上山，何须用我来指路？这是碧水鲛珠，可保你们在水下呼吸顺畅，一人一颗。李浩泽、白竹清，你们2人下水去把灵兽带回来。叶楚云随我在岸边等待，随时接应。是。本以为是顾贤德想假借玉寿宗之手来借刀杀人，但是玉寿宗一路上只顾着找灵宠，丝毫没有要对我下手的意思。难道我猜错了？李长老，此次任务，我们宗主可有特别交代什么？你如何得知？宗主可是要你杀了我！你小子胡说八道什么？我知道你拜在流云老祖门下，顾贤德出发前几番强调，让我务必一定保护好你，怎么可能要杀你？你那宗主还说，只要护好你，此次灵界大比便会多分一些资源给我们。你的实力本就不弱，顾贤德还怕你会受伤，可见他是十分宠溺你呀。宠溺？没搞错吧？不管了，先看下面板，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啊，这死劫！长老，不好了，灵兽死了！什么？怎么会死？那可是御空境巅峰的赤宗火焰师，即使在水里也足有御空中期的实力。千真万确啊，长老！赤宗火焰师尸体上是被撕咬致死的，我怀疑湖底还有其他更高阶的凶兽。连他俩的近期转折都发生变化了。原来顾贤德打的是这个主意。来的倒挺快，
怎么就只有这个小子一人？那不是正好吗？我早就知道你们不会放过我。哼，让我猜猜，你是廖长老？看来你已经知道自己今天会死了。喂，大哥，你这么装，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萧平天啊？焦师兄，你这么想杀我，该不会是嫉妒我人缘好、进步快，又或者你是担心我日后取代你剑子的地位？就凭你，我随便动动手指就能要了你的命。乱风斩！这是毒液！出来！什么人在搞偷袭？还真给这小子说对了，你们果然早有计划。黑衣蒙面，趁夜偷袭，这就是名门正派流云宗的所为吗？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雾。白衣祭奠心幕，黑月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赤裸的孤独万寿无疆。惊堂拍醒世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世流离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城墙。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哎，总算办完了，回去喝点儿。走着。哼，恢复内门弟子个鬼！顾贤德不惜下血本，也要让我去未央山，这是让我此行必死啊！无论如何，这个流云宗是待不下去了。叶师弟，内门大比你的表现相当惊艳，没能跟你真正较量，一直是我的遗憾。这次宗主派我跟你一起下山历练，跟你多多学习请教。啥？你也去？对呀，而且让我送完资源，立马带你启程。顾贤德真毒啊，还派了人盯着我。这个千年老梅精，不会连累我也倒霉吧？叶师弟，东西都查清楚了吧？那我们即刻启程。这是个苦差事，你这体质可要保护好自己啊。哎呀，算了，谁还不是个倒霉蛋啊？说不定我们两个倒霉蛋负负得正了。就在前方了，都跟紧点。指引时的信号到这里就消失了，难不成林宠在这湖里？顾贤德为骗我来未央山，理由都懒得想。玉寿宗明明带着指引石上山，何须用我来指路？这是碧水鲛珠，可保你们在水下呼吸顺畅。一人一颗。李浩泽、白竹清，你们2人下水去把灵兽带回来。叶楚云随我在岸边等待，随时接应。是。本以为是顾贤德想假借玉寿宗之手来借刀杀人，但是玉寿宗一路上只顾着找灵宠，丝毫没有要对我下手的意思。难道我猜错了？李长老，此次任务，我们宗主可有特别交代什么？你如何得知？宗主可是要你杀了我！你小子胡说八道什么？我知道你拜在流云老祖门下，顾贤德出发前几番强调，让我务必一定保护好你，怎么可能要杀你？你那宗主还说，只要护好你，此次灵界大比便会多分一些资源给我们。你的实力本就不弱，
顾贤德还怕你会受伤，可见呐，他是十分宠溺你呀。宠溺？没搞错吧？不管了，先看下面板，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啊，这死结！长老，不好了，李寿死了！什么？怎么会死？那可是御空境巅峰的赤宗火焰师，即使在水里也足有御空中期的实力。千真万确啊，长老！赤宗火焰师尸体上是被撕咬致死的，我怀疑湖底还有其他更高阶的凶兽。连他俩的近期转折都发生变化了。原来顾贤德打的是这个主意。来的倒挺快，怎么就只有这个小子一人？那不是正好吗？我早就知道你们不会放过我。哼，让我猜猜，你是廖长老？看来你已经知道自己今天会死了。喂，大哥，你这么装，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萧平天啊？焦师兄，你这么想杀我？该不会是嫉妒我人缘好进步快，又或者你是担心我日后取代你剑子的地位？就凭你，我随便动动手指就能要了你的命。万风斩！这是毒液！出来！什么人在搞偷袭？还真给这小子说对了，你们果然早有计划。黑衣蒙面，趁夜偷袭。这就是名门正派流云宗的所为吗？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舞。白衣祭奠心无，黑羽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直落的孤独晚上。新诗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忘，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世流离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城墙。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李长老，我们中计了。流云宗宗主是打算杀了我，趁机勒索你们玉兽宗。你小子胡说什么？叶师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李长老，无论你是否相信我，今晚都自会见分晓。如果没有人来，我随你处置。既然你这么笃定，暂且听你安排。白竹清此次只要被抓回流云宗，就会被终身囚禁，只能让他离开未央山了。希望这个老梅精能度过此劫。李侯，这本是我宗内部的事情，我们的目标只是叶楚云，你帮他可没有半点好处。虽说救他没有好处，但要是他死了，玉兽宗只能任由你们构陷，到时候就真的说不清了。你们两个下水，我来拖住他们。是，李长老，多加小心。白玉神驹，白费力气，这可是你自找的。困兽术，复！怎么可能？在我灵力维持下，可与万法境一战，怎么会突然？这是只有调动大量灵力才会起效的上等软骨散，原本是想在你们回玉兽宗途中再下手的。要是前几日谈判之时，你们肯早点松口，把两宗交接处的灵脉让给我们，我们又何至于出此下策呢？是下山前的那顿餐食，
从没想过你们流云宗是此等卑鄙下作！该死！束手就擒吧，你们跑不掉的！叶楚云，把你的小命交出来！迎天斩！空虚挥法！这家伙跟你有杀父之仇吗？攻击杀招都冲你来！是啊，我也想知道，萧师兄，我们到底什么仇啊？废话，你这只只会逃跑的老鼠，下一招你必须死！这小子的身法居然能跟得上我的出剑速度，不可饶恕！这是想杀人，就先过了我李某人这一关。东西，你疯了吗？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居然动用秘法，难道你不怕神魂俱灭？我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玉兽宗。灵羽虫鸣鸟，灵羽虫鸣鸟，玉兽宗的镇派神兽，你居然把他带出来了！萧平天，回来结阵御敌。此兽很强，而且未曾认主，不受李红影响。李长老，你的恩情我记下了。快走！叶楚云，他们已经打起来了，快往下游！万法境之间战斗，居然影响到周遭环境。从入水时冰凉水温，现在竟有些灼热了，已经快游到水底了，居然还能受到攻击的影响，这就是万法境的巅峰力量吗？李长老这次怕是凶多吉少，即使勉强打赢廖昌平，那个萧平天也很难对付。2对1绝没有胜算，我们就算躲在湖底，只要他们战斗结束，就会下来寻我们，到时也是死路一条。现在放弃还太早了，后面会发生什么还说不准啊！你看那里，有红光，是个入口，我们的生路或许就在那里。走，过去看看。这里居然是隔绝了水的单独空间，想不到湖底还有这样一块地方。先在这躲一躲吧。进来后，元胎突然开始躁动，难不成这里面有什么危险的东西？他在提醒我。啊，你怎么了？怎么僵在那里？有什么不对劲吗？嘘，你小点声。你看那儿，这湖底的洞原来是龙穴，这条龙居然是头通幽境的灵兽。幸好他现在睡着了，否则我们就糟了。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雾。白玉祭奠心目，黑玉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直落的孤独万上无疆。金堂台新诗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既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石榴里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城墙。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李长老，我们中计了。流云宗宗主是打算杀了我，趁机勒索你们玉兽宗。你小子胡说什么？叶师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李长老，无论你是否相信我，今晚都自会见分晓。如果没有人来，我随你处置。既然你这么笃定，暂且听你安排。白竹清此次只要被抓回流云宗，就会被终身囚禁，只能让他离开未央山了。希望这个老梅精能度过此劫。李侯，这本是我宗内部的事情，我们的目标只是叶楚云，你帮他可没有半点好处。虽说救他没有好处，但要是他死了，玉兽宗只能任由你们构陷。
到时候就真的说不清了。你们2个下水，我来拖住他们。是，李长老，多加小心。白玉真君，白费力气，这可是你自找的。困兽术，复！怎么可能？在我灵力维持下，可与万法境一战，怎么会突然？这是只有调动大量灵力才会起效的上等软骨散，原本是想在你们回玉兽宗途中再下手的。要是前几日谈判之时你们肯早点松口，把2宗交接处的灵脉让给我们又何至于出此下策呢？是下山前的那顿餐食。从没想过你们流云宗是此等卑鄙下作。该死！束手就擒吧，你们跑不掉的。叶楚云，把你的小命交出来！迎天斩！冲虚挥法！这家伙跟你有杀父之仇吗？攻击杀招都冲你来！是啊，我也想知道，萧师兄，我们到底什么仇啊？废话，这只只会逃跑的老鼠，下一招你必须死！这小子的身法居然能跟得上我的出剑速度，不可饶恕！这是想杀人，就先过了我李某人这一关。东西，你疯了吗？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居然动用秘法，难道你不怕神魂俱灭？我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玉兽宗。灵羽虫鸣鸟，灵羽虫鸣鸟，玉兽宗的镇派神兽，你居然把他带出来了！萧平天，回来结阵御敌。此兽很强，而且未曾认主，不受李红影响。李长老，你的恩情我记下了。快走！叶楚云，他们已经打起来了，快往下游！万法境之间战斗，居然影响到周遭环境。从入水时冰凉水温，现在竟有些灼热了。已经快游到水底了，居然还能受到攻击的影响，这就是万法境的巅峰力量吗？李长老这次怕是凶多吉少，即使勉强打1廖昌平，那个萧平天也很难对付，2对1绝没有胜算。我们就算躲在湖底，只要他们战斗结束，就会下来寻我们，到时也是死路一条。现在放弃还太早了，后面会发生什么还说不准呢。你看那里，有红光，是个入口，我们的生路或许就在那里。走，过去看看。这里居然是隔绝了水的单独空间。想不到湖底还有这样一块地方，先在这躲一躲吧。进来后，元胎突然开始躁动，难不成这里面有什么危险的东西？他在提醒我。啊，你怎么了？怎么僵在那里？有什么不对劲吗？嘘，你小点声。你看那儿，这湖底的洞原来是龙穴，这条龙居然是头通幽境的灵兽。幸好他现在睡着了，否则我们就糟了。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雾。白衣祭奠心幕，黑羽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赤裸的孤独万寿无疆。惊堂拍醒世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世流离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城墙，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
这动静声音太大了，不好，恶龙被吵醒了！他醒了，快跑了！情绪归法，小心他的攻击，快躲开！躲不开呀！还好这魔蛟受伤了，实力不能完全发挥出来，不然李浩泽他是早就成肉饼了。糟了，还有此地不能久留，李浩泽，我们快退到洞口，一起逃出去！糟了，来不及了！洞口被他的水挡住了，出不去。这蛟龙释放的水中带有灵力，沾上会大量消耗我们的灵气，可能不等我们游到洞口，就立即而亡了。看来要先想法子缠住魔蛟，吸引他的注意。你有什么好办法？只能使出我的秘密武器了——妙金蟾蜍！出！释放毒气，给我毒死他！妙金蟾蜍在山海意志排名167，毒性极强，遇空境之下触之秒死。通常作为底牌，确实让人出乎意料，效果极好。但是，李浩泽，这妙金蟾蜍好像不是蛟龙的对手啊！就算不死，多少也得有点异样吧？可这蛟龙居然一点不受毒性的影响，这到底是什么来头？竟在山海意志中没有任何记载。叶楚云，归根结底，他们要杀的是你，与我无关。你就乖乖在这里等着被毒死，或是被蛟龙咬死吧。你死了，我就能活。先走一步。啊！这家伙是连我也不想放过了，真无耻啊！糟了，洞口被他炸毁了，毒气也蔓延过来了，怎么办？要死在这儿了吗？啊！这是之前在药田得到的吊坠，怎么突然有响应了？莫非？好家伙，这玩意儿原来是避毒的！嘿，天助我也！这下不用担心了，趁着时间四处看看，有凶兽的洞内，没准藏有什么宝贝呢。先让他们互相缠斗消耗着，妙金蟾蜍还能抵挡一会儿。现在的魔蛟实力太强，御兽诀恐怕只能激怒他，不能轻易使用。我这是撞到啥了？动！啊，怎么会有结界？看来里面果然有好东西啊！不过这个结界太厚实了，应该是需要一把钥匙才能打开，用外力是打破不了的。恶蛟怎么冲我来了？没时间继续研究了，先撤，以后再来。我去，妙金蟾蜍这就死了，真不顶用，还是得靠自己啊！清源剑法，去！居然完全没有伤到他，恶蛟的鳞甲也太硬了吧，一点面子都不给啊！完蛋了，我连他一招都过不了。轻点，大力一枪，快把你爷爷捏爆了！糟了，真的要死了！没有死在萧平天手上，反而折在这里，我不甘心啊！等会儿，什么声音？我救了，这股能量好熟悉，居然能把魔蛟推开。门口逃生，真凶险啊！哦，原来危急关头救我的是元胎，这个小家伙终于要出来了吗？出生的真及时啊！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雾。白衣祭奠心幕，黑月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赤裸的孤独晚上无疆。金堂台新诗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既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
将是流离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城墙。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是上面的打斗声，这动静声音太大了。不好，恶龙被吵醒了！他醒了，快跑了！逆袭归法，小心他的攻击，快躲开！躲不开呀！还好这魔蛟受伤了，实力不能完全发挥出来，不然李浩泽他是早就成肉饼了。走，还有我，此地不能久留。李浩泽，我们快退到洞口，一起逃出去！走了，来不及了！洞口被他的水挡住了，出不去。这蛟龙释放的水中带有灵力，沾上会大量消耗我们的灵气，可能不等我们游到洞口，就立即而亡了。看来要先想法子缠住魔蛟，吸引他的注意。你有什么好办法？只能使出我的秘密武器了——妙金蟾蜍！出！释放毒气，给我毒死他！妙金蟾蜍在山海异志排名167，毒性极强，遇空境之下触之秒死。通常作为底牌，确实让人出乎意料，效果极好。但是，李浩泽，这妙金蟾蜍好像不是蛟龙的对手啊！就算不死，多少也得有点异样吧？可这蛟龙居然一点不受毒性的影响，这到底是什么来头？竟在山海异志中没有任何记载。叶楚云，归根结底，他们要杀的是你，与我无关。你就乖乖在这里等着被毒死，或是被蛟龙咬死吧。你死了，我就能活。先走一步。啊，这家伙是连我也不想放过了，真无耻啊！糟了，洞口被他炸毁了，毒气也蔓延过来了，怎么办？要死在这儿了吗？啊，这是之前在药田得到的吊坠，怎么突然有响应了？莫非？好家伙，这玩意儿原来是避毒的！嘿，天助我也！这下不用担心了，趁着时间四处看看。有凶兽的洞内，没准藏有什么宝贝呢。先让他们互相缠斗消耗着，妙金蟾蜍还能抵挡一会儿。现在的魔蛟实力太强，御兽诀恐怕只能激怒它，不能轻易使用。我这是撞到啥了？哎呀，痛！啊，怎么会有结界？看来里面果然有好东西啊！不过这个结界太厚实了，应该是需要一把钥匙才能打开，用外力是打破不了的。恶蛟怎么冲我来了？没时间继续研究了，先撤，以后再来。我去，妙金蟾蜍这就死了，真不顶用，还是得靠自己啊！清源剑法，去！居然完全没有伤到他，恶蛟的鳞甲也太硬了吧，一点面子都不给啊！完蛋了，我连他一招都过不了。轻点，大泥鳅，快把你爷爷捏爆了！糟了，真的要死了！没有死在萧平天手上，反而折在这里，我不甘心啊！等会儿，什么声音？我救了，这股能量好熟悉，居然能把魔蛟推开。口逃生，真凶险啊！哦，原来危急关头救我的是元胎，这个小家伙终于要出来了吗？出生的真及时啊！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舞。白
祭奠心目，黑月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赤裸的孤独晚上无章。惊堂拍心世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忘，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世流离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城墙。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出事就这么狠吗？刚刚我的清源剑法对魔蛟无可奈何，但这家伙的攻击明显打脱了魔蛟。刚才还威武的魔蛟，竟被耍得团团转。这神秘元胎到底孕育出的是什么怪物？看着真解气。嘿嘿，我算是捡到宝了，居然还知道攻击魔蛟的弱点，专门打他的眼睛。难道元胎里的东西开了灵智？啊，看样子他就是要给魔蛟最后一击。好强悍的力量！哇，这家伙轻松击破了魔蛟坚硬的鳞甲，魔蛟死了。魔蛟的蛟丹，好东西啊，还是一头铜幽镜呢。如果吃了，怎么也得提升一个大境界。那我就不好意思的拿走了。嘿嘿，啊，元胎也要这玩意儿吗？哦，原来它的本体是只小猿猴啊，嘿嘿，还怪可爱的。算了，看你这么强，而且一出世就救了我的份儿上，蛟丹吃了就吃了吧。嘿嘿嘿嘿，魔蛟虽然死了，但身上的东西还是很值钱的呀，蛟皮、蛟爪都是好东西。终于解决了这个难缠的老头，他已经气绝了。这个老东西真是疯了，为了一个无亲无故的人做到这种地步，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不可理喻啊！趁天还没亮，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廖长老，叶楚云不管了吗？他应该还在这底下，只要我们下去找到他，他绝对逃不掉。这小子一上岸大喊说叶楚云已死就放过，不是确定叶楚云必死，他不可能上来。况且方才我也感知到湖底出现大涨波动，那股动静不是叶楚云能战胜的，肯定是死了。再加上刚才与黎红一战动静过大，必会引来其他人。今日之事，不可叫人知晓。总之，我先把他带回去，你带人守在未央山周围。我回去请示宗主，接下来要怎么办？那这个老家伙怎么处理？也要带回去吗？不用管他，交给这荒山野兽处理吧。李长老，不！尚有一丝元气在涌动，还有的救。李长老为救我才濒死，我绝不能坐视不理。别自肥力气了，老夫气数已尽，已经救不了了。李长老，别说丧气话，我将你送回玉兽宗，玉兽宗定有办法医你。老夫靠着赤羽重青鸟，才勉强藏着一口气。不过那廖长平修为境界大跌，没个几十年，怕是恢复不过来，倒也不完全亏。我将必死之举做到这一步，已然不错。而且他们已在周围设下守卫，你一个人还好，我肯定是出不去了。这时，这气息好熟悉，似乎在哪儿见过。好啊，天不绝我玉兽宗。叶楚云，我且问你，幽灵宗带你至此，掌门长老行事如此不公，
屡次对你暗下杀手，你可还愿意留在流云宗？我跟流云宗已无情分，从此只剩恩怨。好，如果你愿意的话，此勾玉待玉兽宗至宝，玉灵丹则是我贴身之物，我已解除禁制，宗主看到自会明白。今日起，你便是我的亲传弟子了。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雾。白衣祭奠心无，黑月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赤裸的孤独万寿无疆。惊堂拍醒世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长亮。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世流离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城墙。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李长老，你前辈为保我做到这个地步，晚辈也定然不负所托。从此以后，我就是御兽宗弟子。我回忆了山海异志里所有的异兽，都没有找到小猴子的出处。李长老虽然也不知道小猴子的身份，但感觉到小猴子的能量波动，便知道不是凡品，只能一边摸索一边养着了。差点忘了，你也一天没吃东西了。山海异志里有记载如何养育异兽的方法，这些从顾贤德那里薅来的稀有灵草，便宜你这个小家伙了。吃吧，小白，吃完要变得更强哦。啊？你不爱吃？这么嫌弃的表情，难道说你想吃这个烤鱼？没想到你居然是个吃货，光挑味道好的吃。等等，先别吃，有危险！是谁鬼鬼祟祟藏在那儿？快出来，否则我不客气了。叶师弟，你命真大，那湖底的魔蛟都没把你杀死，还让你逃了出来。可惜，最终还是落在了我手里。这次你没那么幸运了。萧平天，为何总不放过我？我到底哪里招惹到你了？你是没主动惹我，但是每次见到你，我都觉得恶心烦躁，像是丢了什么东西被你抢去了。只有你死了，我才能安心修炼。况且这次你杀了御兽宗的长老，若此事传出去无法交代，师尊有令，绝不能留你活口。看来与他一战在所难免了。小白从萧平天来了就一直发抖，他是在害怕吧？受死吧！一切都结束了。小白，你去哪儿啊？那里危险！一只猴子还想挡住我？也好，先拿你的灵宠出气，再了断你。你要对我的剑干什么？可恶！我的天虹宝剑居然断了！这只猴子究竟什么来路？小白怎么突然狂躁了？看起来很生气的样子。该不会是因为……原来是护使啊！难怪要劈断萧平天的宝剑，原来是那柄剑切断了他的烤鱼。小白，出全力解决他！
我给你烤10条鱼，不，烤100条，而且以后天天给你吃大餐。该死，这车子变得更强了，毫无还手的空隙。这是什么怪物？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书上也没有记载。哇，小白，你也太厉害了！这可是流云宗最得意的剑子萧平天啊，居然被重伤至此，小白实力至少是在万法境。居然实力还在我之上，难道我今天真的要栽在这里，杀他不成，反而自作自受？等等，被上官婉所救，上官婉要过来了，他已经和我结下死仇，得赶在上官婉到之前解决掉萧平天。要让他活下去，日后定会有大麻烦。嘿，萧师兄，明年的今天，叶楚云，到此为止，停手吧。啊，还是没来得及。大姐，你来的也太快了吧！好歹等我把台词说完呀。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舞。白衣祭奠心目，黑羽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赤裸的孤独晚上无疆。惊堂拍心世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世流离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城墙。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上官长老是要抓我回去的吗？那恕我难以从命，我再也不会回流云宗了。哼，你想多了，我只是碰巧路过此处。事情竟闹到这种地步，你走吧，我们今日自当没有见过。多谢上官长老，今日之恩，后会无期。没事了，小白，我们走吧。老祖，这一切究竟是好是坏呢？这回恐怕我们都错了。什么？你这没用的东西！居然让他跑了！你那一身修为是吃干饭的吗？师尊，弟子本来可以的，可是谁知道叶楚云身边突然冒出来一只力大无比的猴子，还会衍射金光，修为至少有万法境。弟子一时大意，才会着了他的道。废物！这猴子你都对付不了，还在这里找什么借口？我没有你这么没用的徒弟。师尊，求求你不要对弟子失望，弟子一定会戴罪立功，去杀了叶楚云的。师尊，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分费了那么多资源，让你达到同有9重，你要是再办事不力，后果你自己清楚。是，弟子一定不会再让师尊失望。叶楚云仇家众多，如今有的是人杀他，不过是秋后的蚂蚱，不足为惧。滚下去疗伤吧，待你伤养好，我有更重要的事情交给你去办。是。叶楚云，你给我等着！现在的耻辱，我萧平天一定会
会牢牢记住的。让一下。一张眼睛吗？对不起，大师兄。你们也敢来烦我？宗主，白竹青已经被抓住了，要对他动刑吗？想尽一切办法得到他和李浩泽的证词，然后将消息传播出去，越快越好。时间多久了，对我们就不利了。是。这里就是玉兽宗了吗？果然，人手至少一只异兽，真壮观。那个通缉令你看见没有？凶手叫叶楚云，流云宗的弟子，长得穷凶极恶，面目可憎。李长老就是被他偷袭杀害了，而且他还背叛宗门逃走了。看到了，据说赏银是1万颗灵石，千万别让咱遇到他，否则一定要他好看。嚯，1万颗灵石！流云宗为了置我于死地，真是下血本了。小白这几日有要陷入沉睡的前兆，等我找到住所，就让他好好休息下。他一路陪我走过来，也辛苦了。臭要饭的，站住！这里是玉兽宗山门，闲人免进，滚一边讨饭去！我是叶楚云，有要事求见玉兽宗宗主，麻烦2位兄台通报一声。什么？你是叶楚云？通缉令上那个叶楚云？就是你杀了我玉兽宗的长老，还敢来我山门挑衅，找死吗？快来人呐！叶楚云在这里！通缉令所言非真，没有杀玉兽宗的任何一个人。今日来也是受李长老临终所托，给玉兽宗一个交代。一派胡言！死到临头了，还妄想在玉兽宗撒谎！李浩泽师弟先前回到宗内，已将前因后果说了个清楚明白。流云宗所言句句属实，这一切皆是你一人所为。李长老就是你杀的，他亲眼所见，你还有何好狡辩？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雾。白衣祭奠心幕，黑羽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赤裸的孤独晚上无疆。惊堂拍心世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既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石榴里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城墙。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李浩泽，这个叛徒果然背刺了我。看来他已经被流云宗收买了。哼，刚做完任务就碰上你，看来我是要走运了。1万颗灵石，我就笑纳了。美银上，看你的了。还是第一次正面跟童妖精对抗，好快！充血鬼法，美银足有御空9重技的威力，居然完全没有碰到他。这小子速度有点逆天呐。此人身法确实了得，难怪能杀了李长老。哼，有两下子。不过今天我要是奈何不了你，他日我就要成为宗门的笑话。小杂碎，看你往哪里躲！困兽司，这是什么东西？可恶，挣不开！糟了，躲不掉了！击中了吗？那小子死了吗？好，我为李长老报仇了，还硬吃了我这招，这下不死也得残了。哈哈哈！奥利克托，住手！你都干了什么？见过宗主。宗主，您来了。我刚把叶楚云那小子给杀了，为李长老报仇。什么？你这小子
做事太莽撞了，此事还有很多疑点，我还有问题要与他对峙，何曾让你杀了他？哎，宗主恕罪，可李浩泽不都说了吗？我也是气愤他害了李长老，一时没忍住，这才罚你禁足3天，不得外出。杀了个人就禁足3天，这惩罚未免也太轻了吧？御兽宗难道没有规矩吗？啊，还好有小白及时将那道飓风打散了，不过小白已因此陷入沉睡了，就让他在系统空间内好好休息吧。这是刚才那个乞丐吗？简直判若两人，这身材也太完美了，好帅啊！孟师兄平时也做身材管理，但也远比不上这个，好想摸一摸。哼，命真大，你居然一点事儿也没有。好了，幸好他无事，那你先退下吧。叶楚云，我给你一次机会，对于你的罪名，你作何解释？义气为先，重情重义嘛。看来这个宗主是个值得信任的人。宗主既然这样问我，想必心中应该是有答案的。流云宗给出的说法未免太荒谬了。我虽自认有点天赋，但也只是个元海境，还不至于靠偷袭就能轻松干掉一个万法境长老。说的也有道理啊！李长老那么厉害，这个小毛头怎么可能轻易杀了他？可是李师兄言之凿凿，又作何解释呢？这件事确有蹊跷。既然如此，先将叶楚云带回宗内，我要仔细盘问。各位师弟，此人便是叶楚云。流云宗已经向整个修行界发布了通缉令，此事已经无可辩驳。依我看，不如直接就地正法，也算给黎师弟一个交代。是啊，是啊，这样最好，也不会得罪流云宗。3长老吴伯彦狼子野心，5长老赵法胆小如鼠，4长老方言是吴伯彦的忠实迷弟，大长老宁长空和2长老段无涯最先修炼，不过问宗门之事，6长老曹玉科也是吴伯彦一派的。唉，怪不得跟流云宗利益纠纷这些年，御兽宗始终占下风。原来这御兽宗也是火坑啊，全是内奸和反贼，唯一的忠臣黎红还被杀了。唉。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舞。白衣祭奠心无，黑羽化作浮屠，江山累卷望，赤裸的孤独万寿无疆。金堂派新诗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忘，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世流离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城墙。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叹什么气？大殿之上，岂容你放肆！好了，几位师弟都少说几句吧。叶楚云，既然你声称自己是被冤枉的，那你且说一说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李长老乃是被流云宗的廖昌平重伤致死。一派胡言！流云宗一直与御兽宗交好，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看你分明是想挑拨两宗的关系。
我不清楚流云宗与玉兽宗的交情，但我叶楚云发誓，刚刚的话绝无半句虚言。万幸，我见到了黎红长老最后一面。临终前，他老人家将此宝袋托付给了我。没错，这确实是黎师弟丢失的玉灵袋。这不可能，一定是你偷过来的。黎师弟向来心细，玉灵袋上设有禁制，若无他的应允，无人可以打开。叶楚云，你若想证明自己，就从中取一物出来吧。廖长平亲眼看着黎红死的，这小子肯定在鬼扯。哼，如今给了你一个自证的机会，你还在等什么？难道说你怕了？别心急嘛。玉灵袋，开！啊！居然真打开了！除了玉灵袋，我这里还有一物，是黎红长老让我亲自教育宗主你的。黎红长老允诺收我为他的亲传弟子，从此拜入玉兽宗门下。不可能！黎红收徒弟向来苛刻，这么多年都没有亲传弟子，怎么会轻易收一个外人？宗主，此事万万不可啊！将此人留着，便是与流云宗作对，到时候……这勾玉乃是赤羽重擎鸟的信物，轻易不会交予他人。你们平日互相争斗也就罢了，我可以当看不见。宗主，不可呀！宗主，今日连黎师弟的临终托付，你们也要阻止吗？叶楚云，从今日起，你就留在我玉兽宗。对梁山一事，我日后定会调查清楚。是。哼哼，这蒋宗主真勇，能创。既然宗主一定要留下他，那也要遵守我们玉兽宗的规矩。只有通过了玉兽宗的考核，才能真正成为宗门弟子。玉兽宗的考核更加注重御兽，灵兽等级越高，收复越难，则能力越强。流云宗向来注重剑术，恐怕担不起这亲传弟子的身份。啊，这是怎么回事？那是什么？听这个叫声，像是正派灵兽赤羽重擎鸟。发生什么事了？这是重擎鸟的能量。赤羽重擎鸟认主了。重擎鸟虽是我宗正宗灵兽，但在初代宗主陨落之后，一直不曾认主。这可是500年来头一遭的大事。诸位还有什么要说的吗？重擎鸟能观未来运势，或许此子能够为我宗带来崛起之势，恭喜宗主。既然如此，我宣布，从今日起，叶楚云便以准长老的身份归于我玉兽宗门下，并暂时代理黎长老之前的事务。准长老，凭他一个区元海境，这是初代宗主定下的规矩。难道诸位都忘了？好了，黎师弟身死，还有好多事要忙，各位师兄弟先回吧。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舞。白衣祭奠心目，黑羽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赤裸的孤独晚上无章。惊堂拍醒世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亮场？几世俱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世流离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声场。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
既然你是我宗重青鸟认定之人，我也就不跟你绕弯子了。今日局面你也看到了，人心不齐，再加上常年被流云宗压制，玉兽宗未来的形势不容乐观啊。据我所知，玉兽宗这些名示威，皆是因为灵界大比不敌流云宗，导致灵脉宝地逐渐落入流云宗之手，流云宗也因此愈发强大。如果蒋宗主愿意信我，那么3个月后的灵界大比，算我一个。你现在虽有重青鸟保护，但实力太低了。在这玉兽宗，我还能够护着你，也算帮离师弟了了最后一件事。如果你一旦去了灵界大比，流云宗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杀你，这是去送死。你想明白了？宗主放心，这是我深思之后的决定。流云宗如此待我，就算他们不找我麻烦，我也一定要让他们痛彻心扉。叶小师叔，我们玉兽宗没有那么多规矩，你可以四处走动，有什么不懂的你就问我。好，多谢了。他就是流云宗的那个叛徒，你还不知道呢？被重青鸟认主的那个人就是他。就他？搞错了吧？保不准什么时候就背叛玉兽宗了。从今日起，叶云已经是我们玉兽宗的准长老。刚刚的那些话，我不想再听到第2遍，懂了吗？是，谨遵大师兄教诲。什么？准长老？一个远海境的准长老？完了，这玉兽宗居然堕落成这样了！小师叔，不必在意这些胡言乱语。师父说你能得到重青鸟的认可，将来一定能做大事的。好的。啊，对了，前方的明台山乃宗门禁地，没有宗主准予，禁止靠近。走吧，去后山兽场观摩玉兽。多谢。2日后，明台山流云宗安插的内鬼就开始行动了吗？哼，来得这么快。周大茂，谁准你带他来兽场的？吴长老，叶小师叔刚入我宗门，本就该来观摩玉兽的。哼，这小师叔的名号可不是这么容易当的。玉兽宗规矩，任何人入宗门都要经过考核，不然如何服众？没错，凭什么他可以特殊？就是我们要求一视同仁。望吴长老不要为难我等。周大茂，你在教我做事吗？这兽场是我的地盘，还轮不到你说话。别冲动，我来解决。吴师兄，不知这考核是什么流程啊？叶小师叔，你别跟他们比，他们是要故意刁难你。哼，张洪泽，你去跟你这小师叔讲讲，别太为难他了。是，嘿嘿，弟子明白。看到那边了吗？测试便是给灵宠喂食。哇，这家伙近期还有份金玉，那我可就不好意思的收下了。嘿嘿，你就喂养这匹灵兽吧。这黑衣烈马可是这群灵兽里脾气最暴躁的。为了驯服这野兽，我没少鞭打和饿着它。这会儿正是它最饿、最狂躁的时候，真等不及看你出糗的样子了，小师叔。我来让这小畜生再狂躁点。哼，既然你想玩，那就陪你玩玩吧。嘿嘿，这下你不死也得重伤了。叶小师叔小心呐！站住！这比试可是他自己接下的，后果如何得他自己接下。完了完了，这家伙不死也得残了。御兽诀，安抚。这是不是算是完成了考验啊？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舞。白衣祭奠心幕，黑羽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赤裸的孤独晚上无疆。金堂台行世人，故事潦草收场。
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世流离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城墙。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算啊，那肯定算的。哎，明明发出了指令，怎么马儿没有反应？这小子有古怪，这御兽的咒语竟然比我用的纵兽诀还要强上几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啊，我刚才眼睛都没眨，怎么黑烈马突然变温顺了？这马我可就还你了，失职。你别得意。御兽诀，攻击！我去，马惊了！笑什么笑？再笑我撕了你们的嘴！你给我好好看看，我是你的主人的！你这个不知好歹的死畜生，反了天了！我还给你脸了是吧？是不是又想挨鞭子？该听话的时候不听，在那臭小子手上偏偏又乖了。啊！我的腿啊！我去，我的骨头断了！好臭的屁！公子，快去把你们师兄救过来！张师兄这回可糗大了！哎呀，不得不说，这马放屁真的好臭啊！姓叶的，我徒弟如今下半身废了，我跟你没完！一定是你暗中做的手脚。刚刚只有你接触过那匹马，是我做的，怎么了？我承认了，你又能拿我怎么样？这场比试项目和灵兽都是他选的，出了事，后果也得他自己接下。你可恶！偏偏我还真拿他没办法。这御兽能力也比过了，吴师兄若是觉得还不过瘾，还可以再试试。尽管来战，我都应下。哼，算你好运。我们走。哎，看来我通过考核了。吴师兄不送了啊！叶小师叔，你这张嘴真是得理不饶人呐！吴长老瞧着都快气晕过去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吧？他既然蹬鼻子到我脸上，我就要把他的手连根斩了，否则岂不是以德报怨？今日就是内鬼行动的日子，那个应该就是明阁，据说存放了不少御兽宗的重要资料，地质图也放在那里面。是赵法，他果然出现了。再走近些看看，也许能找到什么证据。你是最近宗门里名声大噪的那个叶楚云？是，不好，被发现了。幸好，看他面满信息，他与赵法不是一伙的。不过徐妙云这个名字好像在哪见过，可我之前又没来过御兽宗。哦，对了，在李长老的御灵袋里，好像有给他的信件。好家伙，看清是李长老的老情人，那岂不就是我的师娘？哦，妥妥的自己人，还是个断气大师，这不得好好拉近一下距离。哦，李长老曾经提到过，御兽宗有一位徐妙云长老，温婉美丽，财运兼备，知书达理。刚才看到您的瞬间，我就觉得您一定就是这位徐长老了。唉，我还想过阵子就去见您呢，没想到正好碰到了。这是黎红长老临终时让我交给您的。他居然和你提过我，是黎红的字迹，这确实是他的亲笔，有劳你了。不过这么晚了，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可知道明台山是禁地？就算你初来乍到不清楚，指引弟子也应该提过才是。
这个徐长老有点难攻略啊，李长老的亲笔书信都不能让他完全放下戒心啊！李长老临终前跟我说，玉寿宗有叛徒，让我多关注明台山。恰巧我撞见赵长老鬼鬼祟祟，于是便跟来看看。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雾。白衣祭奠心幕，黑羽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赤裸的孤独万寿无疆。惊堂拍新世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世流离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城墙。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哎，等等，徐长老为何也深夜在此地啊？按照您的说法，您应该更清楚禁地不可擅闯才是啊。啊，我是……别出声，他出来了。嘘，赵法出来了，我们快躲起来。我是察觉赵法今天行迹有点可疑，于是跟过来看看。好炙热的怀抱！啊，是谁在那儿？给我出来！难道是被发现了吗？那我只好……赵长老，都这个点了，你怎么在这里啊？啊，原来是大茂啊！真巧，这么晚了，来明阁，所谓何事啊？该死，居然被他撞见了！啊，不瞒长老，我奉师尊之命去明阁取物。啊，长老，你看这些侍卫怎么晕了？莫非有人闯进了明阁？我得赶紧汇报师傅。你来的真不是时候，但凡早一些或者晚一些，都不会碰到我，害我不得不多生枝节。为了防止被宗主发现，只能让你忘记上山后的事情了。要怪就怪你运气不好。赵法已经走了，我去前面看看大茂怎么样了。赵法不会给他喂的是毒药吧？还好，还有气息。哦，哼，那个赵法胆小如鼠，不敢杀人，更何况是宗主的亲传弟子。如果周大茂死在这儿，宗主一定会大动干戈，查清真相。应该是利用丹药除去了周大茂的记忆。我也累了，你若有事，可去炼气堂找我。看在黎红的面子上，能帮忙，我一定会帮的。对了，多谢你把这封信给我，这对我很重要。大茂，你醒了？我奉师尊之命去明阁取物，不料竟晕倒了。劳烦叶小师叔送我回来，真是奇怪，我身体哪有这么虚啊？最近没受过伤，也没中过毒的。啊，大茂兄客气。啊，方才你怎么晕倒的？还有印象吗？记不记得晕倒前发生了什么？完全不记得了。头好痛。周师兄，你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等你半天了。长乐，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有点私事想单独和周师兄请教一下。有个碍事的在旁边，我还怎么完成师傅交代的任务？哦，既然如此，反正你也到了，大茂兄，我就先不打扰你们了，我回去了。
好，今天多谢小师叔了。导致周大茂的结局之人已经出现了，此人手上就是毒球，但愿他能避过此劫。哎呀，全部搞定。叶楚云，你终于回来了，让咱们师兄弟几个好等。让你之前在后山受场戏弄笨大爷，害我受了重伤。这么喜欢招惹你惹不起的人，我成全你，今晚就是你的死期。还真是要来一起来呀！哼，正好，快刀斩乱麻，将你们一锅端了。回禀宗主，昨晚周师兄被不知什么人毒害，已经气绝，弟子们正在调查，而且叶楚云师叔也不见了踪影。什么？快去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宁阁昨晚被盗了，到现在都还不清楚丢的是什么。现在周大茂又遭人暗害，说不定是同一人所为。有人盯上了玉寿宗，这可怎么是好啊？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柱风起舞，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舞。白衣祭奠心目，黑羽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赤裸的孤独晚上无章。金堂派青石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忘，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世流离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城墙。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已经让人清点出来了，丢的是灵界的地质堪舆图。什么？地质堪舆图？这可不得了啊！地质堪舆图乃是灵界大比的地图，四大宗各持1/4，这要是丢了，我们玉寿宗还有什么地位可言呢？叶楚云这个时候失踪也是蹊跷，说不定他就是流云宗派来的奸细，李长老不过是个幌子，这会儿他一定带着地质堪舆图畏罪潜逃了。没错，我们早就说这个叶楚云留不得，这才刚来了我们玉寿宗几天，就让全宗上下鸡飞狗跳，真是个祸害呀！只是对不起宗门先辈，要不是师兄一时心善，坚持将叶楚云留下，引狼入室，也不会酿成如此大祸。完了，我们玉寿宗的名声全完了。慢着，此事绝非叶楚云所为。昨晚我亲眼所见，赵法打晕守卫弟子进入明阁，随后赵法遇见周大茂，并为周大茂吃了断念丹。至于周大茂的死，说不定也是赵法搞的鬼。徐妙云师妹此话何意？可有证据？血口喷人！徐妙云，你一个妇人知道什么？难不成你是想为叶楚云开脱，才故意陷害我？宗主，你要为我做主啊！是啊，徐妙云，你维护叶楚云，该不会因为他被黎红收作弟子，你就把那些龌龊心思转移到了他身上吧？就算这样，也不能随口攀咬无辜啊！你，哼，确实光说无凭，可是我保留了证据。各位看看这个呢？为了防止被宗主发现，只能让你忘记上山之后的事情了。要怪，就怪你运气不好。这居然真的是赵长老！赵师弟，这么多年，我最知道你的性子，你不会做出这等背叛师门的事情。是否有人指使你？我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
师兄，我错了。赵法，你好大的胆子，竟然偷盗宗门地图！亏我还这么信任你，你到底是什么企图？师兄，你……吴长老，别这么着急撇清关系啊！你就不怕赵长老反水？到时候把你也供出来。叶楚云，你怎么会在这儿？周大茂，你没死，可是长乐他怎么回事？你不是说叶楚云必死无疑吗？我们昨晚确实擒住叶楚云，给他喂了毒药，还把他扔到后山狼窝里了。他不可能还活着呀！恐怕要叫你们失望了，你们的那点毒药还毒不死我。多亏了脖子上的吊坠，这世间百毒在他附近都会失效。叶楚云，你在说什么？到底怎么回事？你细细道来。师傅，救我！我来说吧。昨夜我遇见从明阁出来的赵长老，赵长老可能担心东窗事发，给我喂了失忆的丹药还不放心，便让长乐来给我下毒。还好叶师弟让我提前防范，弟子这才安然无恙。赵师弟，事已至此，我也无法保你了。人证物证俱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宗主，我是有苦衷的呀。你可还记得徐林？我有印象，他是你的爱人，可他不是已经死了吗？没错，但我听闻流云宗有一秘术，可开冥渊之界，引渡死去的亡魂。若有此物，我或许可以将他救活。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种风险无。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雾。爱与祭奠心无，黑月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赤裸的孤独晚上无常。惊涛拍醒世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皇后宴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石榴，一晃的一张月光。瑶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真火深长。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赵长老，你可知道流云宗是剑宗起家，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秘术，不知道是谁编的瞎话来骗你。就算有，他们也不会给你，只会继续利用你这个弱点和你五长老的身份，逐步瓦解玉兽宗。没想到这个胆小如鼠的赵长老，竟能为心爱的女子做到这个地步。这怎么会？终究是个痴人。赵师弟，我只问你一句。地质堪舆图现在何处？我给吴师兄了。我的任务只是偷出地质堪舆图，他负责与流云宗的人接头。赵法，你真是好狠毒的心！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你要这样迫害我，这关我什么事儿？受了谁的好处，又来咬我一口？你不承认也没关系，想来这么短的时间，你们还没能把地图送出去。戒律堂的手段，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只需要让他们搜一搜便知，绝不会冤枉的。蒋正清，你就纵容这么个毛头小子污蔑我，居然还要让戒律堂的人来搜我，简直欺人太甚！师弟，此事事关宗门未来，如果想要证明清白，搜一搜又何妨呢？正如叶楚云所说，如果你没做，没有人能冤枉你。蒋正清是铁了心要除掉我了。
臭小子，算计我至此，今日老夫即便是死，也断不能叫你好受。老师叔小心！吴长老，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在正殿行凶！你眼里可还有御守宗门规？行凶又如何？戒律堂的人来了，老夫怕也难逃一死。既然这样，我不如将这小子一起拖下地狱来的痛快。你们不是还妄想利用这小子振兴御兽宗吗？今日我便断了你们的念头，御兽宗和我一起陪葬。怎么回事？这小子竟然安然无恙，这是什么？小兰，你怎么出来了？你休息好了。看到了吗？这小子的灵宠不对劲儿，不是御兽，与我们御兽宗的御兽之法差别很大。没错，能正面挡下吴伯业一击，怎么说都得是万法境。他一个元海境的小子如何驾驭？难道是灵宠认主？不可能，区区元海境如何挡得下我这一招？一定是侥幸。那就再接我一招，给我去死！吴师弟，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御兽宗正殿不是让你随意撒野的地方，就此收手吧。这是，放开我！哇，这是什么好东西？万法境都能捆住。这是坤元锁，阴阳境之下都能被制服，也可以说是专门用来对付高阶万法境的。毕竟修为太低，也用不上。蒋正清，你居然用坤元锁捆我！流云宗不会放过你的！我劝你识相点，不如趁早臣服，还可保留几分颜面。吴师弟，你还是这般糊涂。流云宗何时放过谁？想要翻身，御兽宗只能主动迎战，将他带下去，按宗门规矩处置。此等背弃宗门之人，不必再留了。至于赵师弟，念在你痴心一片才误入歧途，并且尚有悔改之意，主动告发了吴伯彦，你就终生闭关思过吧，日日后悔自己犯下的过错，这就是惩罚了。谢师兄。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种风险无。一剑一生不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雾。白几点星幕，黑月化作浮屠，江山泪卷瓦。赤裸的孤独，万少无常。金堂派新诗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一抔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石榴，你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深长。袖手江山，护你一世西落安康。好了，说说你吧。这次的事情还好，你及时发现，戳穿了吴伯彦同流云宗的阴谋，这才没有酿成大祸。你可有什么要求啊？那也亏得宗主的绝对信任。不过既然宗主说了，弟子也不客气了。弟子有意参加灵界大比，在这之前想要打造一些宝物提升实力，线下正缺一些材料，希望宗主能给予方便。好，材料我可以直接给你，此乃宗主令牌。有此令牌，你可以去御兽宗藏宝阁寻一些合适的材料。此外，这令牌还可以随时进出藏书阁。藏宝阁内灵物宝贝众多，那里面有些东西你或许用得上。叶楚云，你可知道，连我们都甚少能够进到藏宝阁，
更别说从里面拿东西。宗主此番可不只是看在你有功，更是希望你能为我玉兽宗扬眉吐气，才给出宗主令牌。你小子这回算是走大运了。多谢宗主。你当真要去参加灵界大比？大比之中强者如云，流云宗又和你结仇，一定会让人暗下杀手。你如果参加，只怕危险重重。当真，我跟流云宗的恩怨刚好可以在灵界大比清算。唉，也罢，既然你决定了，我也不好说什么。我尊重你的选择。不过黎红或许和你提过，在炼器上我可以帮你。你想要打造宝物的话，可以到岐山找我。我去，今天真是好事连连啊！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早就等你这句话呢。走这边，咱们穿过这座浮桥就到了。我去，这桥怎么晃得这么厉害？小师叔可要小心，这深渊里有一条莫离河，万物难渡，摔下去便回不来了。都说乾隆大陆不少强者都在觊觎这里的宝贝，看来名不虚传。不过拥有这么多宝贝，玉兽宗如今却沦为了4大宗之尾，着实让人想不明白啊。这就是藏宝阁了，我也是第一次来这边。好强大的气息，玉兽宗居然还藏有高人啊！进去吧，不过你只能带出3样东西来。什么？居然只能拿3样？宗主可是让我随意拿的。这藏宝阁已经有近600年不曾给人开过了，往前数也不见得有人能带走3样宝物的。你小子可别贪得无厌。抱歉，晚辈失言，请前辈恕罪。这前辈脾气也太大了。少废话，直接进去吧。哇！你动手怎么一声招呼也不打呀？我们宗门还有这么霸道的前辈啊！希望小师叔平安。小师叔，这么快就选好了？我以为你还要多仔细看看呢。毕竟进藏宝阁的机会难得。我都选好了。除了这件玄天蚕丝甲是我自己经过深思熟虑选的，另外2个都是出现了某些感应，他们与我有缘，我就把他们带出来了。你这小家倒是运气不错。玄天蚕丝甲乃是真气级别的宝物，威力强大。以你现在的实力，虽然无法发挥其功效，不过单纯的防护已经够了，关键时候能救下你的命。多谢前辈指点，不知前辈可否告诉我，这另外2件宝物是何作用？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种风险无。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雾。爱几点醒悟，黑夜化作浮屠，江山泪卷瓦。失落的孤独，晚上无常。金堂派新诗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一抔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忘，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石榴，你换的一张月光。瑶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深长。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藏宝阁这么多宝贝，我怎么可能每件都知道？行了，东西都拿了，快滚吧！是，晚辈告辞。真是有趣，赤妖令、八戒塔，尘封了这么多年，竟然被一个远海境的小家伙给取走了。不过
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外面还剩多少故人。千年魔蛟的脚，还有筋骨鳞片，你这是猎杀了一只完整的魔蛟吗？但是，一只千年魔蛟，修为打底都得是阴阳界，你这小子走的什么运？哦，那只居然受了伤，我算是在未央湖中捡了一个漏。说说吧，你准备做什么类型的宝器？可有具体的想法？前辈愿意帮忙，我已经是感激不尽。前辈尽管任意发挥就行，只要晚辈能用得上，哪敢有什么要求啊？哦，既然如此，你先走啊，不要在我这碍事。做好了，我自会叫你。告诉蒋正清，这些时日我这里不会客，谁都不准过来。这个女人还真是琢磨不透啊，这么有个性，是怎么看上黎长老的？听声音的来源似乎是徐长老的居所。岐山好多年不曾有过铸铁声，徐长老炼制的宝器在整个御兽宗都数一数二。你小子是真有些本事，竟能让徐长老再度出山。我曾向徐长老表示过参加灵界大比的决心，徐长老看得起我，也是寄希望于我为御兽宗赢下灵界大比，才特意出手。灵界大比得100年举行一次，你再选出大叶皇朝最强的4大宗门，4大宗再按照名次高低划分大陆各处灵脉矿场。往年落败的小宗门也都会在灵界大比之日派出最强悍的精锐，奋力一搏，试图挤进4大宗。换而言之，灵界大比的结果决定着宗门未来100年的发展。灵界本身蕴藏着丰富的机缘和宝藏，但同样也遍布陷阱、危机和异兽。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灵界中斩杀更多更高境界的异兽，以此赢得比赛。灵界的堪舆图分别在4大宗的手上，一般情况下，各宗门弟子都会在自己所了解的地盘上行动，只有实力高强者才会试图攻破其他地方，寻找更高等级的猎物。虽说比赛不以互相残杀为目的，但为了赢得比赛，任何的手段阴招都可以使用，稍不留神就有可能命丧灵界。更何况流云宗一定将你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你现在是众矢之的。请宗主放心，纵使前方危机重重，我也非去不可。好，我御兽宗会将一切资源倾注在你的身上。我与众长老已经商议过了，将重启古禁地，助你在灵界大比前尽快提升修为。古禁地，古禁地乃是个上古战场的一个残破角落，被御兽宗先辈们以强大的力量开辟成了一块小空间，里面蕴含着许多强大的怪物和能量。只不过每开启一次，就得耗费我们数年修为。真不知道，就为了这个小毛头，值得吗？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种风险无。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雾。百里几点星雾，黑雨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失落的孤独晚上无章。惊堂拍醒世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皇后烟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石榴一晃的一张月光，瑶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深长。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
每个宗御空境以上只能派出2人。如果这个小子的修为境界可以提升到云海9重境，再加上重青鸟加持，实力相当于御空境。有3名御空境实力的人在其内，也算我们占了便宜。这样一来，我们就有机会可以打一个翻身仗了。归根结底是为了御兽宗。切！只是这古禁地也异常危险，进去之人九死一生。我愿意一试。就在此处，你可准备好了？记住我说的，古禁地辽阔无比，元界之内的异兽大多实力都在纳元和元海境，属于你竭力尚且可以应付的范畴。元界之外则异常凶险，万万不可踏入。我明白了。众长老临阵。是。禁地开。1个月后，五禁地会再度开启。到了那个时候，你别光顾着贪图修炼，忘记回到此处。是，我知道了。那是断剑。刚才那把断剑上气息很不一般，恐怕大有来头。希望别影响到我这次试炼。我去！这里就是古禁地，怎么看着像一座废弃的军营？按照系统说法，1个月后回到御兽宗的通道将无法开启。看来在修炼之余，得尽早找到出去的办法。先看看这帐篷里面有没有线索。这好像是一本记录册，彻底失败了。这里将是我们最后的战场。看样子，应该是出现了一些无法应对的强大异兽，给这里的军队造成了威胁。混沌禁地被特意圈出来，是记录册上提到的逃生禁地吗？前往混沌禁地的路是最长的，也是最危险的。在这之前，还要想尽一切法子，让自己变得更强。浓郁的血腥味，这地方有点刺激啊！从刚才开始，就一直感觉有东西在盯着我。这是死亡之爪，杀害遗址上有过记录。这家伙通常是在阴暗的角落隐藏起来，追求一击必杀。看样子是埋伏很久了，就在等我靠近。强的力量，以人类的修为为境界，这畜生大概也就是纳元8重境的样子，按道理应该不是我的对手。是古禁地的肃杀之气，让这些家伙变得更强了吗？这东西可没有单独进攻的习性，那林子里估计数量不少。非速战速决，一剑法，解决力值，我去，比我想的还要多呀！星元剑法，去，给我死！以我现在的体能，施展一套大河剑法和青元剑法连招就会乏力。这次禁地修炼的重点就从体能着手。来呀，追我呀！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种风险无。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雾。白衣祭奠心无，黑雨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炙热的孤独晚上无章。金堂派新诗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皇后烟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
一亮是琉璃晃的一张月光。瑶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城墙。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弹力拳，轻松解决。这小子不错，肯吃苦，又懂得弥补自己的短处。确实，如今这浮躁的大环境里，如果这种人最终成长起来，可是很恐怖的。哎呀，这些怪物虽然很危险，而肉质却相当美味。最近吃这些肉，感觉身体不但强健了，似乎还多了一些肃杀之气。这些肉又好吃，还能提升能力，小白喜欢的肯定很喜欢吃。接连几次战斗后，他就彻底沉睡了过去。算了，先让他好好休养吧。死亡之爪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威胁了，不过最近还没有遇到什么比死亡之爪更难缠的家伙呀。经过这几日的实战，大多情况下已经不用催动元力。青元剑法跟大河剑法以及万花剑法也有了融合的迹象，只是还需要再进行一些验证。不是，赤耳猿猴和幽魂蟒，这幽魂蟒可是远海巅峰境界的异兽，正好给我试试新的剑法。喂，大蛇，别欺负弱小了，有本事跟我玩玩，来打我！我大猩猩明天要偷袭啊，正在谈判。喂，你们两个都不关注我是吧？居然用毒攻击我，是他偷袭你，你也没必要要我吧？这身血，对我不孝，而且你们两个的杀气这么重，想遮蔽身躯也不可能。杀气很重，既然你们都不理我，那就让我直接参与你们其中吧。飞龙斩！首次试招的效果不错嘛。将大开大合的大合剑法和对元气控制要求极高的青元剑法融合的剑势，元气消耗变少了，威力却提升了。这是大蛇没死啊？怎么回事？他们的气息明明已经消失了的。断剑。难怪怎么都没找到，原来被你吞了。想趁机溜走的，硬来到，绝不能让他跑了。想跑？十个！大哥，慢一点儿！不好，幽魂蟒逃窜的方向是原界外面。也不知道这小子是不是上了头，快被幽魂蟒拖到元界之外都没有察觉吗？宗主，以叶楚云现在的实力还不足以到达元界之外，要不要大开古禁地？唉，唯有如此了，有劳各位师弟了。古禁地开！这是怎么回事？某种力量切断了，这下叶楚云恐怕凶多吉少了。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种风险无。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雾。
白日祭奠虚无，黑夜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赤裸的孤独，万上无疆。惊堂拍醒世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一抔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石榴一晃的一张月光，瑶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深长。袖手江山，护你一世西落安康。跑不掉的！把剑给我吐出来！喂，口水里的毒是最强的，你是要毒死我吗？完了，吊坠的药性好像失效了，一时大意，好像吸到毒气了。头好晕啊，眼睛睁不开了。我还活着。行了，东西是你的吧？断剑。你追着那只幽魂蟒不肯撒手，不就是为了这个吗？你是谁啊？我呀，一个很久没有闻着人味的寂寞的糟老头罢了。我的衣服呢？衣服太臭，我扔掉了。说说吧，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这幽鬼密林已经很多年没出现过人类了。我是御兽宗的弟子，来古禁地为了修炼，但是元界那边的入口遭到破坏。前辈既然在这里多年，可知道离开这古禁地的法子？离开的方法。打我一掌，我就告诉你。面板信息全是问号。目前为止能看到的最高境界是阴阳境的红袖，他能在这里独自生活这么久，境界肯定不弱。难道在阴阳境之上？或许他真的知道离开的方法，但我肯定打不过他呀。前辈，我只是一个小小元海境，肯定打不过你。还希望前辈不要为难晚辈，给晚辈指条明路。算你还有点眼力劲儿。既然打不过我，就留下来陪我吧。前辈，我们这是要做什么？狩猎，不然晚上吃啥？幽鬼密林里的异兽都是经过强化和改良的特殊种类，需要用特殊的方法狩猎。这就是你说的特殊方法吗？感情你这么多年就研究这个了。这老家伙真的是在阴阳境之上吗？面板不显示信息，该不会是因为太弱了吧？嘘，来了。这是赤鞘螳螂，算是在元海境异兽中难缠的一个。体表异常坚硬，防御力强悍，还拥有着恐怖的速度和破坏力。我去！对了，它的肉质极其鲜美，我们能不能饱餐一顿，就看你的了。用这个试试，我试过很多次了，管用。这能管用吗？放心吧。朝我这边飞来了！这个老家伙居然拿我当猴耍，果然快得恐怖！青莲剑法！没有硬甲，我可以攻他下盘，一剑刺穿你！这也太难缠了吧！赤鞘螳螂的双腿无法完全的闭合，
倒拿剑柄，尝试像是勾拳一样从下往上，用你的剑锋展开它。死吧！太好了，这招有用。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种风险无。一剑一生不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雾。白衣祭奠心幕，黑月化作浮屠，江山泪卷瓦。赤裸的孤独万寿无常。惊堂拍醒世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皇后宴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石榴，你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深长。袖手江山，护你一世西落安康。终于打败他了，不错不错。哇！经过5天的密集训练，赤鞘螳螂已经能轻松拿下了。就是兵临禁地吗？嘿嘿嘿，已经是今天打死的第8只了。照这个速度下去，未来半年都不愁没有肉吃喽。半年？这老头是真打算让我一直在这陪他？前辈，你没有想过离开这里吗？出去做什么？这里的畜生好歹没有那么多肮脏狡猾的心思。别怪我没提醒你，也虽然略有进步，但以你现在的能力，想去那里还远远不够。接着，是什么东西啊？好重啊！此物乃是老夫以天外神陨炼化而成，可以帮助你在修为上增进100倍，也会让你对力量的控制更为精准。还是那句话，打我一掌，只要能打到我，你随时离开。哦，对了，这玩意儿是1对，回去我再给你找另外1只。混元剑台已经升到了第3层，清源剑法也与大和剑法彻底融合，形成了新的只属于我的剑法。半个月以来，我根本无法近他的身，更别说打他一掌。对不起，王前辈，今晚我必须要走了。臭小子，偷袭可不好啊！看掌！我看了。不错，带着护腕能有这个速度，进步确实不小。再吃我一掌！可惜想打到我还是不够。糟了，还是来吃我一掌吧。最近刚刚在实战中突破的冲虚鬼法第3层，风虚鬼步。这是什么？看着不像御守宗的招式。就是现在，打中你了。不错不错，这个身法我确实从未见过。多谢前辈这些时日的悉心指导，我才能有所突破。但以身法、战斗技巧和意志来说，现在的你已经强过很多人了。你走吧。只是那个地方是不是真的能够离开这里，我并不清楚。离灵界大比还有不到半个月，无论如何，我也要去试一试。这里像是封印了某种东西的样子。居然能从外界轻易打开，难道禁制已经失效了？啊，一尊泥像，
总觉得有种沉重的压抑感，恐怕这泥像没那么简单。何人擅闯禁地？门口的禁止或许是第一道考验，这泥像才是进入宝塔的真正难题。哼，不过这考验是不是也太简单了点儿？我乃玉兽宗弟子，来此历练，却被困于此，不知这里是否有回去的通道？通过这里的唯一方法就是打败他们。攻击速度不算快，但是力道很强，被打到一下，估计就要死翘翘。又来！无需回复。动作僵硬，出招方式也很统一。这些石像本身没有意识，是这个主神像在操纵。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种风险无。一剑一生不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无。白衣祭奠心无，黑月化作浮屠，江山泪卷瓦。赤裸的孤独万少无疆。金堂派新诗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皇后宴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亡，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石榴一晃的一张月光，宝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深长。袖手江山，护你一世西落安康。一的缺一就是数量太多了，不过打败他们也并非完全不可能。来了，果然我猜的没错，这样一来可以利用他们这个弱点，引导他们相互攻击。我结束了。哎，我赢了，这下能放我过去了吗？不错，有点小聪明。我去，居然是活的！哈哈，你通过了测试，可以走了。啊？就这样？这么简单？面板上说我是死于恶族手下，难道说那家伙在门后？别掉以轻心，真正的困难还在后面。我这里有一特殊功法，可传承于你，助你闯过后面的难关。此功法直接传入你的神识，你只需安心接受即可。好像哪里不太对劲。系统标出我的面板。多这。我这是成功了！这么多年了，我终于得到了一副健康强壮的躯壳。都怪这小子太蠢了！恶族，收手吧！谁？是谁？难道这小子的意识还在？连本尊你都不认识了？楚清鸟！宗主，事到如今，就不要再想着那个小子了。没错，叶楚云在古禁地失去踪迹这么多天，恐怕早已经死了。宗主，当务之急是要拟出参加灵界大比的人员名单，等过了这个风头，再聚全宗之力调查古禁地也不迟。这是岐山传来的铸铁声，徐长老还在打造那把兵器。好啊，倒是我钻牛角尖了。我相信被重青鸟选中的人不会这么轻易死掉。
这次我就任性一回，名单上务必写上叶楚云的名字。本届灵阶大比由我流云宗主持，大比结果将决定4大宗的灵脉分得和修炼资源，其余各宗弟子及散修皆可进入灵界斩杀异兽，获得秘宝。秦师叔终止闭关来参加灵界大比，也是在找叶师兄吗？比赛结果会根据斩杀异兽的数量、异兽的等级及各宗最终留下的人数综合评判。各宗弟子还请好好发挥，切莫浪费这次机缘。4大宗参加灵界大比的名额皆是10个，偏偏御兽宗少了1人，难道真如传言那般，要来参赛的叶师兄出事了？段长老，你们这次怎就只派9名弟子？还有1名弟子，只是暂时没来。不过，我想他很快就到了吧。哎呦喂，段长老这说的真含糊啊！该不会死人也算弟子吧？周长老，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没想到啊，曾经制霸整个修行界的御兽宗，如今却要依靠欺师灭祖的叶楚云来逆转颓势。但叶楚云现在死了，要不你们还是趁早换人吧。换不了，我可听说那叶楚云未死，只是蒋宗主救他不得，又不肯放弃，用前任的宗主令说服其他长老，替他争得1个名额。御兽宗的事你们少管。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种风险无。一剑一生不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雾。爱一几点心无，黑雨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炙热的孤独晚上无常。几行派新诗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皇后烟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忘，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是琉璃晃的一张月光，瑶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深长。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段长老啊，我有时候真是怀疑你们宗主跟你是不是有什么仇啊？为什么一到丢脸的事情，总是要把你送到前线来呢？哼，少挑拨离间。倒是你们长阳宗和妙音宗，宗主和长老都主动给流云宗当狗舔臭脚，哼，那才是真的丢脸。装什么装？还真以为你们御兽宗是当初那个第一大宗？你们御兽宗现在不过是个垫底的垃圾，这一次定叫你们彻底的滚出4大宗。诸位也是领队长老，在台上叫骂多少有失风度，看在我的面子上少争几句，免得其他宗看我等笑话。哼，不与你这莽夫计较。当初宗主让我做这个领队长老，明明是想拒绝的，我怎就想到了叶楚云那小子，然后鬼使神差的答应宗主了。今日各宗果真对御兽宗发难，真是好生心累。但这便是修仙界的规则。萧师兄，这次有你我3宗，加上5前皇朝的玄坤宫帮助，就算叶楚云还活着，御兽宗也保不住这大宗之位。哼，4宗联合对付御兽宗，未免太过分了吧？萧师叔，你是流云老祖的弟子，胳膊肘可别总想往外拐。御兽宗早就该滚了，整天和那些妖兽混在一起，臭烘烘的。御兽宗可嚣张不了几天了，听说这次会选定一个傀儡宗门，所有资源都会进入我们3宗的口袋。你们妙音宗别在这逞口能，到了灵界，我要让你们知道，御兽宗不是好惹的。
周大茂，待会儿进入灵界后，你们御兽宗的弟子要是不反抗，我们长阳宗可以饶你们一命。当然，你们也可以选择不参加这一次灵界大比，我罗云超说不定还能大发慈悲的。哎呦我去！云超，你是说云？你就是叶楚云？大比还未开始，你居然敢偷袭我长阳宗的弟子！你和御兽宗要给我一个交代！哎呀，我这怎么能叫偷袭呢？我这只不过是找个地方降落而已，只不过落点站了个人。再说了，你们长阳宗的人身体也太虚了吧，撞一下就晕了，就这身体素质还怎么进入灵界啊？哎，只不过是灵兽和人撞了一下，我御兽宗天天和灵兽打交道，这很正常。段长老，你……而且我御兽宗的叶楚云说的有几分道理。弟子等会儿就要进去对付异兽，可是你们的弟子却连该有的防备都没有，还这么不精壮。师兄，你没事吧？我看啊，你们长阳宗还是退出这灵界大比吧。你，叶楚云，你居然没死！哼，萧师兄，小爷我还不至于这么快死呢。在秘境中，我不仅没死，还得到一份机缘呢。嘿嘿嘿，真是轻松，这具躯壳便归我所有了。恶祖，好久不见了。谁在说话？连我都不记得了吗？恶祖，给我收！臭小子，你敢阴我？他还没这本事，是我。怎么可能？一个远海境，怎么可能会驾驭虫形鸟？那当然是因为我选择了他。看来这些年，连你这个老家伙都堕落了，竟然会看上这种小子。唉，还好你刚刚醒得早，不然我还不敢拿自己当诱饵呢。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种风险无。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雾。白日祭奠星幕，黑夜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赤裸的孤独万寿无常。几旁派行诗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一抔黄土掩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亡，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石榴，你换得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城墙。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你先留着他，千万别抹去，我会有办法说服他为你效力的。啊？那他不会趁机夺舍吧？不用担心，这对你而言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最好如此。可是现在我该怎么离开这古禁地啊？虽然有些麻烦，但离开应该没有问题。上来吧。他好像比我想象中还要了解古禁地。哎，算了，还是灵界大比要紧，先不想那么多了。前辈，你飞得太快了！轻一点，别把我尾羽拽下来了，不然我就把你丢回去。哼，算你走运，就算你活着回来又如何？叶楚云，这次我绝不会让你逃走了。别光说大话了，你哪一次能奈何得了我？话是这么说，但萧平天这货到了灵界必然会得到机缘，我可不能大意，得看一下他面门。萧平天竟然要突破万法境界了，这还怎么玩？
高魂骨和上古残魂，看来我得提前接火。时辰已到，灵界开。灵界开启了，持续1个月。虽然我等与其他3宗结怨，但我并不要求你们能有多大能耐，我只有2点要求：保住自己，保下4大宗位置即可。弟子明白。去吧。是。叶楚云，拿着。储物剑，段长老，这里面装着何物？徐妙云给你打造的诸神弓，他说此弓还能提升品阶，多找些特殊的材质。他也来了，只是没来现场。多谢段长老，请替我谢过徐前辈。楚云啊，低调些，小心流云宗他们。我会的。哇，好壮观！这就是灵界吗？这些灵兽好大，从来都没见过呀。叶小师叔，这次大比有何打算？段长老希望你与我们同行。同行？万万不可！萧平天对我恨之入骨，我若同行，玉兽宗必然成为众矢之的。若是我独自行动，出现在萧平天附近，萧平天必定指挥另外2宗围剿我。我没有牵挂，反倒容易应付，你们也不会被我拖累。可这也太冒险了！你难道忘了吗？我可是进过古禁地，并且孤身一人从那儿离开的。哎呀，周师兄，我倒是觉得叶小师叔说的没有错。叶小师叔本就非我玉兽宗的人，他愿意吸引火力，便让他去，这也算各司其职嘛。魏师弟，别再说了，我先走了。哦，记得面对萧平天的时候，别跟这个家伙正面战斗，那对你们来说是很危险的。叶小师叔，你也一定要小心啊，量力而行。我会的。可恶，没地图真是不方便，找了这么久，连高魂谷在哪儿都不知道。再这样拖下去，萧平天说不定就找到上古秘境了。唉，要是这时候有一份地图的话。都跟上！附近有人。师兄，我们真的有必要帮那萧平天对付叶楚云吗？听说那叶楚云可是独自一人进出古禁地，实力深不可测，而且我们可能要对付整个玉兽宗，能赢吗？师妹，这你就不懂了吧？你看玉兽宗灵界大比一届一届死了多少弟子，努力了毫无作用。玉兽宗现在是什么水平？就这么几个废物，他叶楚云、渊海6重境的都来参赛，他能打吗？没这个能力，知道吗？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种风险无。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雾。白日祭奠心无，黑夜化作浮屠，江山两卷望，直落的孤独晚上无章。惊堂拍醒世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一口黄口烟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石榴迷晃的一张月光，高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声长。袖手江山，护你一世西落安康。玉兽宗再这样下去，要输地宁门了。地宁门输完，输血道派，再输小道法，接下来没人输了。你告诉我，玉兽宗怎么救？脸都丢尽了。师兄，别讲那么多大道理，我只问您一点，能赢吗？当然会赢了。师妹，你今天说话怎么开始结巴了？哦，原来叶楚云这么好对付啊！那是。
若我遇到叶楚云，老子一定要打得他屁滚尿流，再打烂他的脸。是叶楚云！叶楚云出现了，快随我一起！师妹，你怎么不提醒我？我哪敢提醒你啊！还要打烂我的脸吗？哪有，林师兄，我就是跟师妹开玩笑的。王师兄真不愧是个圣虚公子，绣花枕头，就这还当大师兄啊！看来我们长阳宗迟早要完。汉舆图，交出来！别杀我，这就给。有了堪舆图，果然好找多了。不过，这勾魂骨果真凶险。相传这勾魂骨内阴气过重，不少通幽境的高手折损在这儿，甚至连万法境的人也没能从勾魂骨活着走出来。看着傻不愣登的，阳气又很旺盛啊，就选它了。如同花香的气味，圆出无害的小脸儿，充满色彩的眼睛，用来卖惨的绷带，纤细瘦弱的小胳膊，拉近关系，体现友善的水果篮，完美！小哥哥，这里很危险啊，你要不要？谁？原来是个小妖啊，吓我一跳。抱歉，我这人警戒心比较强，刚刚手快了。我只是太孤独了，想和你打交道，为什么这么对我？抱歉，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去，好险！要是再多进一步，老娘我的头就没了。这小女鬼的阴气未免也太强了，刚才还真以为是个大妖。不过她怎么可能刚好夺过了我的剑？不行，我还是得看一眼她的命盘。吸干我的阳气！小哥哥，你怎么了？没事，就是地有点斜，差点摔了。大师怎么样？小伙子，你很行啊！从小算命先生便说我有桃花劫，有劫就算了，怎么是个千年的小萝莉啊？而且还要榨干我！这小子猛鬼呢！修仙之人路都能走不稳，该不会是对我起疑了吧？不应该啊！一个远海境的能看出我什么名堂？只要能把他骗进勾魂谷，不就任我处置了？啊！兴许是他哥哥太累了，不如到我家坐坐吧，我家就在山谷里，几步就到了。不了，我还赶时间杀异兽，下次再来。来嘛！不了，实在不了。就算找到叶楚云，你果然在这儿。没想到师兄越来越没格调了，现在都跟一些不入流的小门派混在一起了。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种风险无。一剑一生辜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雾。白羽几点星幕，黑夜化作浮屠，江山泪卷瓦。赤裸的孤独，晚上无常。金堂派新诗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皇后宴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忘，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世流离换得一张月光。瑶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深长。袖手江山，护你一世西落。安康。
他就是你们宗门的那个叛徒，实力不怎样，我的倒是挺快的。幸好我事先在堪舆图上做了手脚，不然还真不好找呢。王晨兄，等会儿咱一起出手，一定要叶楚云将堪舆图吐出来。罗兄放心，咱们三宗联手，难道还拿不下一个远海境的叛徒？为了讨好玄坤宫，罗师兄真是把朝阳尊的脸都丢尽了，太丢人了。玄坤宫？哦，就是那个盗墓起家、手段下三滥的废物宗门，还有被我一个人打趴的长阳宗。哎呀，萧平天，你就找这种货色来对付我？流云宗其他人呢？小哥哥，你是闯了什么祸？居然一次性惹了3个宗门！不用其他人帮忙，我也能杀了你。辱我玄坤宫，你死定了！那我也上了，小兄，我来助你一臂之力。逼我死！残影，就你们这速度还想杀我吗？见鬼去吧！快结阵，别让叶楚云跑了！是。玄控阵，空虚鬼步。哦，原来师兄找这2个人过来，是为了起这个慢吞吞的控制阵啊！一群废物！云风斩！叶楚云真弱，全程被像狗一样撵着打。撵着打？你怕是心里不平衡才说得出这番话。叶楚云也太强了吧！竟然能和一个天鹰地巅峰，还有2个御空境周旋这么久。什么？哎呀，我的太匆忙了，还以为不小心踩到了一坨屎呢。回去得换双靴子喽。你竟敢！叶楚云，空虚鬼步！王晨兄，我们这么打，何时是个头啊？你还要帮萧平天打吗？我也不打了，这小子太邪门了，有这身法，怪不得能从古禁地活下来。这次成功，众星雷击，万法境，怎么会有这么强的邪祟？这就是会被萧平天吸收了的上古残魂，怎么在这里出现了？传出这里！惹我，邪祟，今日必先杀你！不行，绝不能让他在这里突破万法境。小哥哥，快跟我走！那虚影可骗不了那修士多久，快跑啊！虚影？不，传过去了。邪祟是假的，叶楚云呢？跑哪儿去了？他好像跑进勾魂谷了。勾魂谷，正好能够连同师尊的任务一并完成。萧平天，我叶师兄在哪？萧兄，你的小师叔来了。哼，他算什么师叔？叶楚云大概率是逃进了勾魂谷了。什么？他进勾魂谷了？勾魂谷？叶师兄怎么会进那种地方？勾魂谷凶险异常，我必须去救叶师兄。秦师姐，我陪你一起去。小哥哥，往这边走。你是要把我带到哪儿啊？这里应该够了。什么够了？方才的邪祟是你搞的鬼吗？为什么要救我？当然是为了和你独处啊。小哥哥可喜欢妾身原貌吗？小哥哥，妾身漂亮吗？你怎么眼睛都看直了？妾身在谷外与你初见时便动了真情，却不知小哥哥是如何看待妾身呢？可有相似情谊？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种风险无。一剑一生不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雾。白衣祭奠心无，黑月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失落的孤独晚上无常。金堂派新诗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一抔黄口烟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往，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
月亮是琉璃晃的一张月光，宝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深长，袖手江山护你一世喜乐安康。好什么？好黑的手指甲呀！这是涂的，懂不懂审美啊？姑娘，还请自重，我跟你进入高魂谷只是暂避锋芒，过段时间便走。为了安全，在此期间也别靠近我。先前你也看到了，高魂谷外可全是我的敌人。我跟你进高魂谷是来坏萧平天机缘的，可不想被你这女鬼吃干抹净。全是？你不还有2个相好吗？他们可进来找你的，看他们的服饰，还是你敌人呢。怎么又回到这个地方？不会，这就是传闻中的鬼打墙吧？你难道有千里眼？小哥哥说笑了，勾魂谷与我本就一体，其中发生的一切自然逃不过妾身的耳目。小哥哥，你可是惧怕那通幽境巅峰？既然你进了勾魂谷，妾身便有把握护你周全。便是万法进来了，我想捏死就能捏死。那你为何要帮助我？是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哎呀，小哥哥真是健忘，这么快便把妾身的话忘光了。我对自己的相貌还挺没自信的。灵界开启1000年，死在高魂谷的修士不计其数，能有这通天修为，他必是那上古残魂。信他动了真情，还不如信自己是秦始皇转世。他是谁？我该怎么做呀？怎么有这么模棱两可的情报啊？小哥哥，妾身的宅院便在前方，随我来吧。算了，既然见到了上古残魂，到高魂谷的目的便成功了一半。月圆之夜还有10来天，走一步算一步吧。这段时间你就先住着吧。高魂谷内竟还有这番景色啊！不过是幻想罢了，不然整日对着这破谷，妾身心中难免烦躁。还是说，小哥哥你喜欢荒郊野外这种玩法？请不要有这种奇怪的联想。好了好了，我知道你肯定是在想那2个相好。晚上你们就住在偏院吧。啊，你把他们带过来了？还有我和他们清清白白，别再提什么相好了。散。叶师兄，你没事吧？你身旁的这位是谁？应当不在名额之中。秦师妹啊，这人无关紧要。我无关紧要？你为什么要来高魂谷啊？流云老祖和上官婉没跟你说过高魂谷很危险吗？我知道，但是我太久没有见到你了。自从我闭关出来后，被师尊告知你背叛了师门，拜入御兽宗。可我也知道这不是你的错。我知道叶师兄你想要出人头地，或许会参加灵界大比，我便缠着师尊送我一个名额。这是我进来前收到一条传给宗门的密信，说你脱离御兽宗的队伍，朝西独往，请求萧平天速速将你围杀。密信能这么快得知我脱离队伍后的方向，看来御兽宗还有内鬼。陈小姐，那你跟过来是为什么呢？怎么，我不能来吗？啊，没什么，就是我想着咱们交情不深，你怎么就跟着秦师妹进来胡闹了？就是因为交情不深，我才有话想问你，当初为何救我？明明你连我爹都救不了，为何能救得了我？明明可以放任我流血而亡，却还要用精液的救我。一步一条殊途，一岁一场荣枯，一线一种风险无。一剑一生不负，一言一世陌路，一念一场纷繁雾。白羽几点星雾，黑羽化作浮屠，江山泪卷望。失落的孤独。
长无章。惊堂拍醒世人，故事潦草收场。荣华邂逅那座城，人走茶凉。以后皇后宴风流，何时明月照两江？几世俱忘，当初誓言铿锵。彼岸花开，谁被困在回忆中央？一两世流离换得一张月光。瑶台之上无人知我相思，震破深长。袖手江山，护你一世西落。